明明是害人家破人亡的黑网贷，而我却着了魔师的狂撸999个平台。面对清收队的暴力催贷，我不仅喊来全村人将他们全部打晕，甚至还带领他们一起开撸。既然都叫黑网贷了，那不就是白送自己的钱吗？只因刘乐想穿越到平行世界，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过来就发现原主不光欠了几十万的黑网贷不说，竟然还被几个催债电话活活吓死。卧槽，真是一个怂货，为了舔女神欠一屁股债把自己吓死，真是活该啊！原来今天早上催收的刚找上门。小子，你今天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将你借贷不还的事情通知给你身边的所有人，然后再给你3天时间，若是依旧还不上，就先下你左边的零件，然后嘛，你懂的。前身害怕身败名裂，更害怕女神会看不起他，在双重精神的压迫下就这样下岗了。我操，真没出息，这就被下达了。他们乐意通知就通知呗，知道为啥这些人威胁的时候选择通知而不是报警处理吗？还不是黑网贷本身就违法，但现在既然你本身就是违法的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。反正已经欠下几十万了，狮子多了不怕痒，干脆多薅些羊毛。没错。乐享不仅不打算搭理网贷平台的威胁，甚至还准备多录一些出来。他搜索着所有违法的平台，短短几分钟就已经下载了40多个网贷软件。接着就是点点头，张张嘴，因为之前舔女神拥有的大量资金流水，几小时后，乐享的余额里就高达300多万。我去，还真是累人啊！不过黑网贷虽然不受法律保护，但他们肯定会采用暴力手段收债，要找几个帮手才行。乐享在脑海中思索着人选，一个又一个人脸在他脑海中划过，想了一圈，乐享依旧是没想到合适的。对啊，最好的地方不就是老家吗？原生的老家是一个宗族式村落，一个村都是一个姓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血缘与辈分关系，甚至夸张到村头80老头喊10岁孩童爷爷都属于正常情况。之前村里有孩子被拐的时候被发现，直接就被村里人打个半个，最后查看情况，直接派出几个100岁老人。就这样定了，回家。不过只是单纯的回家还不行，还得想办法让大家上自己的船。大家一旦上了自己的船，就能保证自己的船牢不可破了。略加思考，乐享直接起身出门，来到豪车店，全款提了一辆奔驰大 G。第一步，高调回家。几小时后，乐享来到村口，没行驶多远，便看到几个大爷大娘在路边坐着说闲话。大娘，包罗生呢？大爷，来一根。二婶子，没忙着。乐享，是乐享回来了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好家伙，这一次是开车回来的。乐享，这是你的车吗？好家伙，这车看着真大气啊，很贵吧？嗨，没多贵，新买的也就100多万。这几人一听，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。100多万，乖乖，100多万能盖多少间大瓦房了？我先回去了，大爷、大娘、二婶子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回家看看我爸妈去。行行行，你先回家看看，闲了我们再说话。这2天去我家玩，我家养的鸡长得差不多了，该吃了。慢点开，咱这路不好，别给你车刮到了。乐享前脚刚走，后脚那几个大爷大娘便激烈的讨论起来。好家伙，100多万！听我外孙说，那都是大老板开的。不会是这小子租的车吧？瞎说，租车那也是等到过年啊！而且他给我让烟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副驾驶一整条中华还是软包的。发达了，这小子肯定发达了。行了，那啥，先不和你们唠了哈，我先回家了。我也回家收鸡蛋了。对，我也该走了，我大孙子该放学了，我去接他去。正当几个大爷大妈在纷纷找理由走人时，乐享才开到家门口。3分钟的路程，他硬生生开了10多分钟。这一路上遇到的人纷纷露出惊讶、羡慕、崇拜的神情。到了家后，发现家里没人，便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，才得知刘父和刘母都在镇上买东西。二老得知儿子回来了，也立马就往家赶。乐享看着破旧的房子，哎，是该翻修一下了，干脆盖一个别墅好了。这样想让大家上自己的船，一辆豪车怎么够？豪车只会让大家觉得你赚钱了，只有像房子这样有距离感的东西，才能让他们感到羡慕与嫉妒。就这样定了。乐享直接在网上找了一个设计师，告诉他房子尺寸，并提出自己要求，让他先设计出草图看看。刚结束与设计师的沟通，乐享，你咋还在院里呢？咋没进屋呢？呀，大娘来了，我爸我妈去镇上了，不在家。不在家，走，去我家坐会儿。正说让你大爷杀鸡呢，你等会儿在我家吃饭哦。二蛋他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不是说回家收鸡蛋去了吗？二哥，你不是接孙子放学去了吗？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几句话的功夫，乐享在村口打招呼的几人都在这儿，几人面面相觑，互相窘迫。而这时刘父刘母也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二哥、二嫂、弟妹，你们怎么在我家呢？广志、凤霞回来了。广志哥，我正说让乐享去我家吃饭呢，你们也一块去哈。瞎说，去我家老头子把鸡都宰好了，
现在估计毛都退完了。看着这些人争抢着让去他们家吃饭，二老直接迷迷糊糊的。这时乐享走来接过父母手中的菜。各位长辈，既然我爸妈买好菜了，我们今天就在家吃了。而且我刚回来，想和他们在家吃饭说说话。众人一听也只能作罢，不过在走前对着刘父刘母一顿恭维，他们也才反应过来，门口的豪车是乐享的。乐享，你不会干啥违法的事了吧？他可是知道，前不久乐享还跟他要钱，要给他女朋友买生日礼物，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开上100多万的车了？乐享，你说实话，这车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没有，放心吧，我怎么会做违法的事呢？刘广志其实并不相信乐享的解释，毕竟来钱快的都在刑法上写着呢，但他还是将人送走后再问清楚。乐享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到底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？爸，我这来钱的路子绝对不违法，不仅不违法，还对国家有益。不仅如此，我这来钱的路子很简单，不费劲，不费脑，不费时间，只要有身份证就能做。这也算是一种惠民项目了吧？只不过知道这个项目的人很少，恰好我知道这个项目，这也算是用信息差挣钱了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乐享声音故意大了不少，就是为了让刚刚离去的那些人听到。回到堂屋里，刘广志还在追问乐享他这钱怎么来的。爸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这钱绝对不违法。而且，妈，你等会儿再多准备几双筷子。你还有朋友要来吗？不是我朋友，是在咱们村里的人。你们没看刚才有几个人都想要回头，估计当时是有啥想法。我猜很快他们就又要过来了。出生在全国有名贫困村的我，第一次回村就开着100多万的跑车。在面对全体族亲对我羡慕还有谄媚的询问时，我终于对他们透露出实情。各位长辈，我这来钱方式就是撸网贷。撸网贷？众人对网贷这个词都很陌生，经过乐享的解释后，那这不就是贷款吗？这不会是高利贷吧？怪不得来钱这么快，去贷款，这来钱速度肯定快呀。但归根到底，不还是要还钱的吗？就是啊，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呢！不仅要还钱，还要还一大笔利息。乐享，不是大爷说你啊，你这种花钱方式很不对呀！你贷款买一辆100多万的车，我看你以后咋还？我还真以为乐享是有什么挣钱的方式呢，结果最后竟然只是去贷款。这也不是赚钱啊，这是去亏钱啊！众人纷纷感到哀怨，一方面是白高兴一场，一方面是感觉乐享完了。毕竟欠网贷走上绝路的他们见得太多了。但此时的乐享却是微微一笑：不，这种贷款都是不需要还的。怎么回事？乐享，为什么说不需要还？因为前不久刚刚出了一条法规，上面明确说了，贷款超出规定范围都是不合法的。而我在网上找的这些软件，他们放贷的利息都是超出国家规定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这种贷款都是违法的，和谈受法律保护呢。所以这种贷款就算不还，他们也没办法告我，叔叔更不会抓我。听到乐享的解释，众人全都处于懵逼中，毕竟这种冲击般的信息超过了他们的传统认知。可就算是这样，那些人也不会轻易罢休吧？是啊，放贷的那些人肯定还会有其他办法催还欠款的吧？听说放高利贷的都有黑社会背景，到时候不会把不还款的人手脚打断吧？对呀，听说还会将生物切成一块一块呢。听到同族的一番话，刘父刘母都被吓得不轻，毕竟他们就一个儿子。大爷，现在这社会哪里还有这种情况啊？那些人催贷肯定是会催贷的，但肯定不会是你们所说的那样给人手脚打断。毕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那样做是犯罪，是要坐牢的。催贷的那些人不傻，他们的目的是收回欠款，不是为了犯罪坐牢。他们的催贷手段一般是正常收款，若是收不上来，就会各种骚扰甚至恐吓；若是依旧收不上来，就会爆破欠款人的通讯录。若这样还是收不上来，他们才会动用武力催贷。不过他们也不敢大张旗鼓，基本上就几个人拿着棍棒之类的前来催贷，但基本上也是先威胁恐吓，逼急了才会动手。众人听后又是一阵沉默。就算只有几个人前来也不行啊，谁一个人能打得过几个人呢？广宇叔，那我问你，我要是被人拿着棍棒堵在门口，你会袖手旁观不？那肯定不可能袖手旁观啊，我还能看着你被外人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其他的族人也都纷纷附和。是啊，看着咱们村里人被外人欺负，哪还有脸面对祖宗啊？对，到时候祭祖的时候都没脸进祠堂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村里那么多人呢，还怕那几个催贷的吗？我只能说，若敢来犯，必叫你大败而归。而且若是大家都贷款了，那时候就不光是一个族亲的原因了，大家就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变得更加团结。那时我们将会无懈可击。听乐享这么一说，众人又陷入沉默。他们突然觉得好有道理。这时乐享又继续打铁道：各位长辈，依我看啊，我们这样借还是一件好事。你们看这些平台贷款本身就不合法，要知道其他借贷人可不像我们有族亲保护啊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孤立无援的，要是被上门催收，可真的要受那些人的胁迫了。乐享趁热打铁的讲了很多，众人听到这些话后，不乏一些人已经产生动摇，有的人在沉思，有的人在纠结。
这个事儿得容我想几天，这样我先回去了。不过乐享你放心，不管我最后撸不撸这个黑网贷，那些催贷的要是敢来威胁你，我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皆表示一样的。他们大家一阵表态后，也都陆续告别。刘父刘母把所有人都送走后，乐享，要不你还是把那些钱还上吧。虽然你这些长辈说不会让你被外人欺负了，但贷款了那么多钱总归不好。趁着你刚贷款还没几天，利息应该没多少，我给你把利息补了，你把钱补了好不好？刘广志用近乎商量的语气给乐享说。虽说他是乐享父亲，但在这事上他没了底气。爸，先不说这些，贷款平台的利息有的都是以9出13归这样计算的，就以我们家的情况，怎么补也补不上这些缺口。我整整贷了300多万啊，就光这几天的利息就有50万了。也就是说吧，我们现在还款得往里面填50万。刘父刘母一听，瞬间觉得天塌了。刘母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。50万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原本还打算买些瓦砖翻修一下房子呢，现在好了，咱们先想办法把房子卖了，再找人借些吧。正当二老还在发愁之际，乐享开口道：爸，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不还呢？就算不还，这个贷款我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而且我一直待在村里的话，也不怕那些催贷的来找我。再者，要是还那些贷款的话，50万会让我们倾家荡产的。相反，不还的话，我们不光开着100万的车子，甚至还能用剩下的钱把房子翻修成别墅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还啊？乐享又这么问了一遍，让刘广志彻底愣住了。一大堆的自问自答在他心里回响片刻之后，刘父缓过神来。罢了，我跟不上时代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会让我们家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。不仅我们家，我还要带领我们村彻底摆脱贫困村的行列。对了，你刚刚说要装修房子，少说大话，这个坎能过去就好。我和你妈上午去镇上就是问瓦砖的事去了，眼瞅你就要到了结婚的年纪了，这家里的老房子那么破，不翻修一下怎么能行？乐享听得有些尴尬，他哪敢解释自己有什么女朋友，毕竟他只是女神眼中的舔狗罢了。行，翻修这个钱我出，把咱们的房子盖成豪华大别墅。不行不行，知道你现在手里还有不少钱，但是也不能这么用啊。爸，我翻修房子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结婚，我是为了刺激大家的胃口。刺激大家？对，毕竟这可是实打实的利益啊，这才是真正能刺激他们胃口的良药。你非要拉乡亲们下水？爸，你这话说的，首先只有让大家都撸，大家才能成为一个整体。再说，我可是贷了40多个平台的网贷呢，40多家的来回骚扰，就算是我亲大爷也是会疲乏的。但让我们成为利益共同体后就不同了。乐享又一次论述，刘广志虽听着不对劲，但也渐渐释然了。下午的时候，乐享叫上刘父购买了大量的建筑材料。够了，乐享这买的太多了。爸，这才哪到哪啊？这才是第一批呢，等到设计图出来后，还要来第2批采购呢。啥？这还不够？这些盖个5楼都绰绰有余了吧？爸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把家里房子翻修成豪华别墅。乐享想起中午的时候设计师给他画的初稿。爸，你看，我们以后要住的就是这种房子。这不是电影里面才能出现的城堡吗？你这是要把我们家建成城堡啊？对，这才能配叫得上豪华别墅啊！老实本分一辈子的刘广志这一刻心境得到了动摇。回家前，乐享来到打印店，将设计图打印出来，在家门口将大海报硬生生地挂了上去，尺寸之大令人震惊。和他家互为邻居的刘光远恰巧出门正好看到，因为刘光远之前是在工地干活的，第一眼瞬间震撼到。这是你们新房子预览图，你们新房子要盖成这样？刘光远呆愣半天，脸上全是呆傻与震惊。看着刘光远的面庞，刘广志也不禁暗爽。没错，我家新房子就是要盖成这样。哎，这房子这么大，得空多少房间啊？一想到后半辈子要住在这么空落落的房子里了，我就心里有些发慌。此时刘光远在心中咆哮。你觉得空落落的，你搬出来让我住啊！我不嫌空落落的。而乐享又在此刻补叨道：不空落，爸，以后还请保姆呢，不然这么大的房子靠我们自己打扫多累啊！住着如同城堡一样的房子就算了，你们还要请保姆，真把自己当皇帝了。哎呀，反正这撸网贷赚来的钱花着就是爽，这车子房子跟捡来似的。刘光远听完心事重重的走了。刘广志父子话语充斥着他的脑海，一句一句的回音，他就算到家也没消散过。又想到自家老二上大学的钱都还没准备够呢。孩子他娘，要不我也试试？明明出生在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他刚回家的第2天却要张罗着盖豪华大别墅，并且房门口还一车一车的拉来建筑材料，村里人见了都无比的嫉妒。乐享，这是你家订的东西啊？这是要翻修房子吗？这不会都是你撸网贷的钱吧？
买了这么多材料，你家这是要翻修成2层小楼吗？不是2层楼，是3层楼，而且这才哪到哪，这才是第一批，后面还得盯第2批呢。第2批的比这多了。竟然盖3层楼，好家伙，那这得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第一个3层楼啊！乐享，你不会被坑了吧？3层楼用不了这么多材料啊！广宇叔，我要盖的可不是那种普通的3层小楼，怎么解释呢？算了，叔，请抬头看。一瞬间，所有前来参观的人全都无比震惊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羡慕的神色。这是乐享家要盖的新房子。我勒个乖乖，这不是电影里国王住的地方吗？叫什么城堡？我的天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买了100多万的车，现在又要把房子盖成这样，他这是撸了多少网贷啊？撸网贷真的有那么香吗？这一刻，所有围观人的心里都疯狂跳动，几乎都产生了撸点的小心思。晚上的时候，乐享开着100多万豪车与翻修房子的事情已经在村里传开了，每家每户都在讨论这个事情。就比如刘广远家，我他娘啊，要不我也去撸网贷吧？我现在腰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你也没啥收入，现在老二又该上大学了，到时候钱凑不够，那不耽误孩子一辈子了吗？广远媳妇低头不语，半晌才开口：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这是你拿主意吧？没事的，就撸一点应该没事的。又比如刘广宇家，我看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你看乐享说的多有道理啊！可是我心中还是觉得有些不带劲。有什么不带劲的？不仅不违法，还算是做好事了。我看你就是单纯的怕，害怕人家催贷的上门讨债。我能怕他们？他们只要敢动手，我扛着锄头往他们头上砸。再说了，那催贷的来咱们村了，还能让他上天了？那不就得了？那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呢？你想想，乐享的车子和那城堡一样的房子，你要知道，他们之前可不如我们家呢。凭什么他们现在逃上了？还不是因为他撸了网贷？刘广宇媳妇说了半天，见他还在犹犹豫豫。你个怂货，你不敢贷，我贷，我也要住那种房子。凭什么他家马上就要住上好房子了，而我还在缝衣服？刘广宇被这话一激，也直接坐了起来。谁怂了？不就是撸网贷吗？明天我就找乐享去请教他是怎么撸网贷的。短短的一晚，村里好几户人家都生出了找乐享撸黑网贷的打算，而乐享第2天却直接来到了市里的建筑公司。就在乐享与装修人员洽谈合作的这段时间里，乐享的手机已经被放贷的那人轰炸了99个未接电话。尼玛，这小子竟然不接我电话 ，TM 的，不接是吧？不是老子之前说的话是吧？真以为老子说再不还钱就通知你亲戚朋友这些话是假的？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挨个给你的亲戚朋友说，喂，把那个电话本拿来。转眼间，一个被记得满满的电话本便被拿到陈大伟面前。就你了 ，AA 大学张老师。说着，陈大伟按下电话号便拨通了过去。张老师，乐享你认识吧？你承认是学生了，那就好说了。他欠我们贷款不还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你们学校平时就是教学生欠钱不还的吗？你 TM 的是怎么当老师的？巴拉巴拉，陈大伟说了一堆难听的话，电话那头的张老师直接被骂懵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是我欠的你钱吗？你就让我还，谁欠的你钱你就让谁还。你要是再打电话过来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张老师还想继续输出，直接被挂断电话。陈大伟根本不在意他说了什么，他的目的就是给乐享造成生活影响。事情也如他所料，张老师电话被挂了之后，火气蹭蹭的涨，迅速便查出了乐享的班级信息。好小子，原来是土木2班的，你别想毕业了。张老师转头便拨打了教务处主任的电话，并且添油加醋说了一番后，直接进行开会处理。经过一个会议的讨论后，所有人都觉得乐享行为太恶劣，最后的决断是开除处理。而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，陈大伟将乐享的所有朋友打完，直接看到广子开始。广宇叔，广远大爷都是广什么的，应该都是乐享的亲戚吧？陈大伟嘟囔着便开始拨通电话。喂，广宇吗？乐享你认识吧？你侄子很好，你知不知道你侄子借了我们的贷款，逾期不还，借了多少？3万6。你他妈的问这些干什么？你问你能不能也贷？陈大伟瞬间愣住，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能啊，我这放款一个可是能拿不少提成呢。那我能借多少？陈大伟想了一下，那些放贷流程直接开始指导起来。但离谱的是，刘广亮连流水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陈大伟一想到这些都是自己的业绩，也开始耐心的解释起来。最后评定的结果是，广亮大爷只能贷11000。陈大伟让他下载软件准备贷款。下载软件怎么下载？陈大伟又解释了一遍。智能机，我这手机不是智能机。等一会儿吧，我去借个智能机才贷。大爷，记住我之前说的邀请码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输入啊。刘广宇挂完电话后，心中第一想法就是去找乐享，毕竟乐享肯定有智能机，因为刘家村是有名的贫困村，很多人连智能机都不知道是什么。而陈大伟这边挂了电话之后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毕竟只要放贷他就能拿到提成。
接着他继续打着电话。广远大爷，该这个了。开头还是语言输出了一番，没想到的是刘广远也和刘广宇一样要贷款。这样的事千年不遇一回，今天竟然就让我遇到了2回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陈大伟拨打了9个较广的刘家村人，不是要贷款就是询问贷款信息的。兄弟们，今天我请大家喝酒。乐享家中短短几刻已经有4人再次聚集，每个人嘴里都含糊着几句邀请码，就这样重复着，一直等到乐享到家。乐享，今天有一个电话打来说你欠债不还怎么样，我没搭理他这个事，我问了一下我能不能也贷，然后那人给我查了一下那什么流水，说我能贷1万1，只不过我没有智能机贷不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整一下这个贷款？对了，他给了我一串邀请码，说这个很重要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填上，我怕记不住，都念叨几个小时了。邀请码是乐享，我和你广宇叔一样，不过我的邀请码是……剩下2人也跟着报出了自己的邀请码，但皆有几个数字不同。乐享，是不是这每个人的邀请码都不一样啊？你们应该都是同一个人打的电话，那这个邀请码应该都是一样的。那肯定是他们3个记错了，我肯定没记错。啊呸，肯定是你们3个记错了。没事，各位叔叔大爷，这个邀请码不重要，就算没有也无所谓。那邀请码就是证明是那个人所拉的客户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贷款的时候填了邀请码，他们老板就会给那人提成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那家伙一直在强调这个。乐享自然知道催贷的是哪个平台的，所以他直接打开那个网贷平台，给他们注册账号，然后开始帮他们贷。大约用了近1个小时，乐享终于将刘广宇4个人的贷款都搞定了。刘广宇4人看着手机上银行到账的信息，嘴都裂开了，硬要拉着乐享去镇上吃饭，但乐享以要收拾东西为由拒绝。望着4人离去的背影，乐享的心情也很是愉悦。堤坝出现裂缝，那这洪水可就止不住了。网贷公司陈大伟焦急地看着时间，已经下午6点多了，他的后台记录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怎么还没有？这都几点了？这么长时间，他们借啥手机也都应该借到了。4个人了，总不能1个都没贷款成功啊！4个人，大伟哥，你看看这4个的贷款信息，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人？刘广宇、刘广远。陈大伟看着这4个人的借贷信息与下午打电话的人一模一样，直接破防啊！一想到下午还请了人吃饭，嘴巴更加没停过。就在这时，大哥，大娘的就不能稳重点？那个乐享怎么样？下午去他家找到了吗？老大，我去乐享住的那个地方找他去了，他已经不在那了。我打听才得知，那个地方是他租的，他已经退租了，就昨天上午我退的啊。TM 的，这小子竟然敢跑路，真拿我们是吃素的。今天上午给他打电话，他直接挂了，现在又跑路了，真以为这样老子就拿他没办法了是吧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直接去你老家找，就算你不在，你爸你妈总还在呢，你快把乐享的信息调出来。片刻后，乐享的真实信息全在陈大伟面前一览无余。刘家村2狗叫上兄弟们，现在就去刘家村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当我回村的第2天，不仅人人盖上了大别墅，甚至全村人的身价还暴涨了几万倍。原来是我带领了全村人撸了黑网贷。可正当大家其乐融融时，催收公司竟找上门来。大哥，这里就是刘家村，就是不知道乐享他家具体在哪。你 TM 的不会问，看到那几个老头没有？你直接去问他们。是老大。几位大爷闲着呢？有事吗？我问一下路，刘乐享他家怎么走啊？我是他同学，有点事找他，但是他电话打不通，害怕他出啥事。想到他以前说过他家是刘家村的，我就过来找他来了。乐享朋友啊，乐享在家呢，他家就在。你最近联系不上他，可能是因为他在躲债吧？现在刘家村刘家人员基本上都知道乐享撸网贷的事情，大爷心直口快，也就顺口说出来。2狗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回到老大身边。TM 的逃回老家躲债是吧？那我就把你家里人都打了。陈大伟一批人进村后，村口唠嗑的大爷却感到不对劲。我说，我咋感觉这些人不像什么好人呢？我也觉得，胳膊上整着个大纹身，而且年龄也不小了。乐享有这么大的同学吗？坏了，那些人不会是催贷的吧？他们是催贷的。刚刚指路的大爷心头一惊，站起身就跑。你这是干嘛去呀？怎么跑这么快呀？回家拿铁叉去。要是乐享被这些催债的欺负了，我晚上还能睡得着吗？我。对呀，
怎么可能被外人欺负到家门口？与此同时，老大就是这家了。TM 的，这房子都破成啥样了？还有这门口挂着的是啥？老大，他们好像是要盖新房了，这好像是预览图啊。新房子要这么好，然后欠我们的贷款还不还，拿我们当猴耍是吧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！陈大伟振臂一挥，10多号小弟瞬间冲了进去，找了一圈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，直接下令手下开打。而陈大伟自己则坐在院子中等乐享回来。刘光远家在陈大伟砸门的时候，乐享他们便听到了动静，好像是咱们家发出的动静，是有人砸咱们家的门。啥？砸你们家的门？谁干的这缺德事儿？我今天非要给他点教训！说着就拿起院里的铁铲就要出门，乐享则一把拉住了他。大爷，可能是催收的来了，先别着急行动，我们现在盲目过去，可能只会把自己搭进去。对，这样广远哥，反正他们不认识我们，咱们2个先过去瞅一眼，乐享就别跟着去了。行。刘广远和刘广志刚刚出门，就碰到10几个刘家村的人手拿铁叉正往他们这里。广志、广远，你们在这呢，那些催债的呢？广勇哥，你们怎么知道催债的来了？怪我了，刚才我们在村口下棋，然后一辆面包车经过。刘广勇一番解释后，刘广志也明白了怎么回事。这么说，车上大概有10几号人，应该是10多号人。10多号人，他们手中应该还都拿着钢管之类的东西呢，因为我们刚才听到铁器砸门的声音了。这些小崽子还敢砸门？广勇哥，你别着急，他们10多号人，我们现在也10多号人，但是他们都是年轻小伙，而我们都40、50了，就这样硬碰，肯定还是我们吃亏。我们再喊些人，这样才牢靠些。众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，就在他们在准备喊人时，周围又来了10几号人，而且都拿着家伙。众人一看现在有20多号人，也不怂了，直冲冲的就要往乐享家门口走去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和广远哥抄个家伙去。说着，刘广志和刘广远就赶回家中。乐享走，干那些催债的去。众人走到家门口，发现停在门口的面包车和被损坏的房门。我家大门果然被砸了，面包车还在，估计人在我家里面呢。各位叔叔大爷，咱们准备好。放心吧，乐享在咱们刘家村，还能让他们放肆了。今天就给这些小崽子一些教训，竟然还敢骗我的善心！就在说话间，在乐享家等着的陈大伟他们也听到了外面的说话声音。听声音，这是来人了。乐享还喊人了，喊人了又怎么着？我陈大伟还能怕他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，给他点颜色看看去。话音刚落，10多号人拿着钢管就往门口走去，刚好撞见了乐享他们。陈大伟看到乐享一行人，直接笑出了声。乐享，你不会就是指望着这些人帮你的吧？一群老家伙，赶紧回家养生去吧。你个小崽子，怎么说话呢？别看你大爷我年龄这么大了，但是修理你个小逼崽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们年龄大了点怎么了？我们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我们有20多号人，还能怕你们？而陈大伟丝毫不怂，毕竟他带的这10多号人，个个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。乐享，赶紧还钱，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让你身后这些人评评理，你欠我们钱该不该还钱？呵呵，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，但那是指合法合规途径下的。但你说说你们的借债合法合规吗？你们那利息点都9出13归了，根本就是违法。我管你违法不违法呢，反正借我们钱就要还钱。你小子都有钱盖新房子了，还不还我们钱，不准找茬的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盖新房的钱有一点还是你们的呢。新房子至少有上百块砖头是你们贡献的。此话一出，陈大伟直接急了，瞬间有一种牛头人的感觉。乐享，你是不是想嘎呀？你个小崽子，怎么说话呢？老东西，你是不是找嘎呢？你再给我指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让兄弟们分分钟弄嘎你？一瞬间，陈大伟身后10几号小弟立马举起钢管对着刘广志骂了起来。但乐享身后的族亲也不甘示弱，也纷纷进行反击。此刻院子中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息，仿佛随时能爆发一场战斗。和陈大伟面对面的乐享更是愤怒，直接将手中的铁铲对到陈大伟脸上。你嘴巴再不干净，信不信让你躺着出刘家村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身后这20多号半百老头子吗？我好怕有，而且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，你们这些人年轻的都40多了吧？你们能行吗？此刻乐享冷静了，他的这些叔叔伯伯身体素质本就不如对面，就连人数也没有压倒性的优势。现在乐享才感受到自己的弱小。就在乐享还在焦急的思考对策时，刘广志，你这小子真不够意思啊！这种情况也不喊我们一声。就是我看看谁敢来我们刘家村闹事。就在这时，乐享家门口少说来了60人，而且手里面都拿着家伙。一瞬间，这些人直接将院子填满，陈大伟一行人直接被包围起来。此刻乐享的底气瞬间大增。叫，你现在还叫得出来吗？陈大伟咽了口唾沫，
压下心中的惊慌。呵呵，人多怎么了？我们又不动手，你们还要先动手不成？兄弟们，把手里的家伙都扔了。乐享，只要你们敢动手，那属于是围殴我们直接就是报警，之后你们都得完蛋。来呀，你揍我啊，你揍我啊！这下乐享直接被整无语了。他以为陈大伟就属于武将，没想到竟是文武双修。此刻的局面直接尬住了。就在乐享心中郁闷不已时，动手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明明是心狠手辣的催贷人员，可当我借了300多万并逃回老家时，前来催收的人直接被围殴在地。只因我所在的是一个宗族式村落，正当他们被打崩溃的想要报警时，宗族长老直接出动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真出人命了！最里层的人大喊了一声，人群才安静下来。陈大伟一行人如同死狗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都活着呢，没有断气，他们应该只是昏过去了。大爷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报警呗，还能怎么办？对，报警吧，让叔叔处理他们，不然这些人一直在这儿躺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！总不能让我们把他们送医院去啊！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该忙啥忙啥去吧，让二爷爷他们进来就行了。乐享、广志，这是你们家，同时也是乐享的事情，你们现在报警吧，然后你们俩陪二爷爷他们在这里等着就好。随后大家纷纷带着家伙事离开，3位老人也慢慢的坐了下来。3位太爷爷，你们先坐，我去打电话报警。过了一会儿，对不起，哥，我错了。这不是陈大伟吗？这才几分钟就变成这样了。由于被打得老眼昏花，半晌之后才反应过来眼前的是乐享。小子，你 TM 的完蛋了，竟然敢对爷爷我动手！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们都被抓起来。不用你报警了，我已经报过了，叔叔应该就要到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坦白从宽是吧？妄想用自首来减轻惩罚，哼，你痴心妄想，我是不会松口的，更不会签谅解书的。我肯定要让你牢底坐穿，不仅是你，你们村里那些动手的人一个都别想逃掉，到时候我要一个一个指认，把你们全部都揪出来。那你想多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几句陌生的声音，陈大伟一见是叔叔来了，直接冲了过去。叔叔，救命啊！叔叔，哈哈哈！乐享，你完蛋了，后半辈子就等着在监狱度过吧。叔叔，是我报的警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这些人拿着钢管冲进我家，就想要打我，还好我3位太爷爷都在我家，把他们打趴下了，不然这些人今天就把我打残废了。叔叔，我真的好怕啊！几位叔叔往后看了看，只见3位眉毛胡子都全部白了的老人正朝着他们笑着点头。叔叔们瞬间懵了。你是说院子这10几个人都是被这3个老人打趴下的？刚才你说这3人是你啥太爷爷是吧？那这年龄怎么着也得90多往上了吧？所以你是说这3个90多往上的老人把10几个拿着钢管的年轻小伙子打趴在地上一动不能动了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陈大伟第一时间也懵了，刚想反驳，叔叔们，你们看，他手里面还握着钢管呢。几位叔叔低头一看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这3位老人打趴下的，但我们都已经来了，你手里还握着钢管呢，是不是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我靠，是哪个蠢货还握着钢管不放手？这不是等着给叔叔留证据吗？不对，他们怎么都看向我？我操！叔叔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小子欠我们钱不还，我们过来本来是收账的，结果这小子却是喊来一大帮人，不由分说就对着我们一顿拳打脚踢。他们是收债的，你欠他们钱了？对，不过他们属于高利贷，贷款利息远超过国家法律规定。那你们的债务关系我们管不到。但是你们拿着钢管闯入民宅，这属于违法行为，这我们需要管。而你们属于防卫过当，也属于违法行为。你以及你的同伙也需要跟我们走一趟。现在你赶紧将参与人员全部都交出来，不然你还涉及包庇违法人员。叔叔的处理方法很公正，不偏不倚。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刘家村有3老啊，动手的是我们仨，就由我们仨跟你们走一趟。3位老先生，你们就别添乱了。你要是坚持这样，我就真的把你们也带走抓起来了。是啊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要蹲监狱，受不受的了？他这话当然是吓唬3老了，毕竟3老这种岁数，监狱根本不收。没事，该关起来关起来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 3位太爷爷的态度十分端正，直接让叔叔愣住了。你们3位能将这10几个拿着钢管的20多岁小伙打成这样，这谁能相信啊？对啊，就算是3岁小孩子都不能相信吧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只是年龄大点，还没真的入土呢，打10几个小伙子怎么了？你去打听打听，我们3个年轻的时候可是方圆10里有名的好手。别嘴硬了，老先生，那是你们年轻的时候，你们都这个年纪了，怎么可能将这些人打成这样？就是，你们这3个老头子到现在还在糊弄叔叔呢，等会儿就给你们全部抓起来，一人一个包庇罪。
就在双方还在争执时，门口传来一个更加苍老的声音：“就凭你们3个还能撂倒这些人？你们仨说出来脸红不脸红啊？别说是你们现在，就算是倒回个60年，你们仨也不行。”只见门口来了一个更加年龄大的老者，五叔、太太爷爷。带队的叔叔一看，心想：终于有人能管住这3位老顽童了。老先生，你刚才的话说的简直太对了。这3位老先生竟然说他们3个将这些人打成了这样，这不净瞎胡闹吗？说得对，他们3个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们什么水平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其实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撂倒来的。我操！我靠，牛逼！这仨货也就是给我打打下手而已，现在竟然还想给我抢功劳了。对呀，我们3就是打个下手。带队叔叔直接懵了，地上的陈大为也是更加无语。我说这些人都是我撂倒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耳朵就不好了？还不如我这个110多岁的老人呢。您老也知道您110多岁了，我要是信了，我都不如那3岁小孩啊！我要是信了，我都不如那3岁小孩啊！你这后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有名的好手。得，又来一个。我年轻的时候嘎的人数量都超过这些社会祸害了。此话一出，叔叔心中直接一惊，要么眼前的老者以前是罪大恶极的恶人，要么就是您是刘家老太爷？是，你认识我？当年人贩子案，你将那些败类送进局子，就是我接待的你。得知老爷子的身世，叔叔也直接决断出来。你们持械私闯民宅，并还试图对乐享这个年轻人以及4位老人动手，多亏了其中1位老爷子宝刀未老，不然他们就被你们欺负惨了。他们这种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而你们属于犯罪。现在我们要将你们扣押了。这不对吧？片刻后，叔叔们叫了救护车，将地上躺着的也都送走。陈大伟也跟着叔叔离开乐享家的老屋。嘿，刘家村真他娘的黑！叔叔带着陈大伟一行人离开后，陈家老太爷也召集族人开启了会议。乐享，你能确保你的行为对社会是有利的，是吧？太太爷爷，放心好了，我撸的都是不正规的网贷平台，他们不仅利息高的吓人，还会采用不正当手段催贷，就像刚才那些人一样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借的越多，普通人遭受他们迫害的概率就越小。若是我们能借的让他们破产，那更是大功德一件了。这是乐享的心里话，所以在刘家老太爷这种锋利的眼神之下，他依旧能正色说出来。听到这样一番话，刘家老太爷也变得缓和。那就行，各位都散了吧。就当众人准备离开时，各位长辈，我订了城里饭店，请大家一起吃个饭，谢谢大家今天对我们家的帮助。刘家村利益一体化，是时候该推动了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3天，不仅全村人身价暴涨数万倍，就连村口最穷的单身汉都开上了保时捷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人撸起了黑网贷。就在大伙还在疯狂刷流水赚钱时，网贷平台居然快被我们撸倒闭了。今天真是感谢各位大爷叔叔们了。乐享，你这小子真是见外了，咱们都是刘家村的崽，怎么可能让你被外人欺负了？是啊，你要是被外人欺负了，以后我们还怎么有脸进祠堂啊？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我就不说这些见外话了，大家吃好喝好就行。乐享话锋一转，对着一桌说道：“广远大爷、广宇叔、广永叔，你们今天去银行查一下了没？那钱确实到账了吧？”乐享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纷纷将目光转向他们。广远、广宇、广永，什么钱到账了没？你们是去哪里偷偷发财了吗？我们3跟着乐享撸了黑网贷，我撸了1万1，已经到账了。我搞了9000多，也到账了。我撸了1万，我媳妇也撸了3000，全都到账了。3人述说了撸网贷的全部过程，张嘴，眨眼，摇摇头。众人得知如此简单后，纷纷表示都要参与撸网贷。翌日，刘家村广场，大家有次序的排着队等待撸黑网贷。乐享，为什么它显示申请贷款成功，却出现平台余额不足？请稍后再试啊！乐享拿起手机一看，瞬间惊呆了。好家伙，还真给这个平台撸穿了。原来因为乐享与陈大伟的恩怨，他首先就选择带领大伙在这个平台从早撸到晚。更巧的是，网贷公司虽然是9点下班，因为源源不断的借款提示，加上那些马仔想拿提成的心思，居然主动加班放款，直到第2天早上5点，终于把平台干到余额不足。各位叔叔伯伯，这个平台的钱目前已经被我们撸完了。此话一出，院里没撸到钱的直接急了。撸完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平台没钱了，破产了？是没钱了，不过破产还不至于等到平台有钱周转了，比如从其他地方挪用一些钱，又或者将之前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，他们就又能运转了。不过距离破产也不远了，毕竟90%都是我们刘家村撸的。爸，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贷款成功了？现在有252人了。乐享大致算了一下，他们这些人最低借的都是2万多，
也就是说，他们大概撸了630万。我们刘家村撸了这个平台600多万，若是我们全部不还，这个平台大概率就会破产了。黑网贷的资金其实并没有很多，这家已经算是很大的平台了，才能撸出来这么多。哎呀，怎么到我这就没了？早知道我早点来了。2万多块钱啊，整整2万多块钱啊！没撸到的纷纷展现苦恼，毕竟他们熬了一整夜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只是这个平台没钱了，但并不代表不能撸网贷了。我们还可以换平台继续撸，这种黑网贷平台网上多的是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众人才安静下来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熬了一夜呢，我看广远大爷、广宇叔他们已经撑不住了，而且你们也是同样熬了一夜了。这样，我们各回个家，先补个觉，等到下午再继续撸网贷，行不行？众人听完也纷纷点头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下午再来。是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不耽误你们休息了。我们下午再来。说着，众人转身朝自己家方向走去，嘴里还一遍遍地告诫自己：乐享，手机还你，等需要我们操作的时候再给我们就行。是啊，年纪大了，熬不住了。走了，等下午再过来。此时，至高资金有限公司内，大家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待会就打电话向老板请功，一定会让奖金狠狠地填满我们。老大，你现在打就行，等你打完电话了，我再回去休息。对，我也是，我想要听听老板要给我们多少奖金。你们这些家伙就这点出息了。说完，放贷组组长便开始拨打起老板的电话。老板，好消息啊！你是不是花钱给我们平台打广告了啊？这效果是嘎嘎好啊！你猜怎么着？整整一晚上，我们一共放出252单啊，一共贷出了638万呢。我带着兄弟们熬了一夜啊，休息都没敢休息。要不是我们资金库没钱了，还能再继续往外贷呢。老板，你周转一下资金，趁着广告的热度，我们能大赚一波啊！什么广告？我没买广告啊！没买广告，那我们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贷出去了这么多啊？王刚猛然一惊，想到刚刚去帮陈大伟做保释，他所提到的刘家村乐享的事。你赶紧查一查这252个贷款信息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。放贷组组长听完，心中咯噔一下。几分钟后，他看到手里的信息，额头上不禁冒出了冷汗。老板，这些贷款的人都姓刘，而且他们地址都是刘家村。你说哪？刘家村？王刚浑身一僵，手机应声落地。刘家村638万打水漂，你们还在公司呢是吧？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熬了一个通宵是吧？你们最好祈祷刘家村的账能收回来，不然老子把你们剁了喂狗。638万收不回来，足以让他成为丧家之犬了。况且这里面属于他的本金只有200多万。组长，老大怎么说？是不是奖金多到让你说不出话啊？出事了！他将刚才对话的内容说了一遍，大家听完之后全都懵逼了。怎么办啊，组长？我感觉老板现在弄嘎，我们的心情都有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赶紧跑吧！600多万的烂账，老板大概率是要破产的。而这一档子事，还是我们熬夜加班干出来的。老板最后肯定会将怨气撒在我们身上。咱们老板那可不是什么善茬，那可是混黑起家的，他的手段多脏，咱们也都知道。组长的这番话，放贷组的人一致认同。走之前把电脑格式化，这里面可是有我们的信息呢。可是公司放贷信息也全都在我们电脑上呢。你是傻吧？这时候了还替老板着想呢？众人刚准备格式化电脑，不行，我可听说有些人是可以恢复硬盘数据的，所以我怕就算是将电脑格式化了，老板也能找人将里面的信息再恢复了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电脑直接拿走。说完，众人就开始分工装电脑。短短几分钟，这几人就抱着电脑直接跑路。而众人跑路没多久，王刚就到了。没错，老板气炸了。而等王刚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刘家村，还有你们几个马仔，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与此同时，乐享休息完走到院子里，发现院子中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着。他们见乐享起来，乐享，这里还有新平台可以撸吗？放心吧，我这几百万是怎么来的？肯定是从多个平台撸来的，一个平台可撸不来这么多钱。你们看，我在休息前就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。众人一听，脸上全都露出喜悦的神情，于是又像上午一样开始排起了队。3万1，我竟然收到了3万1。乐享之前都是2万多啊，怎么他的这么高，竟然突破3万了？难道是他的资金流水更高？大爷，其实就是因为换了平台的原因，这个平台比之前那个大，额度自然就高了。我操！一句话的功夫，又有几个人撸成功。看着手里到账的3万多块钱，众人直接欢呼起来，而刘广远此时却恍惚起来。广远哥，你不舒服，要不你先休息休息，不舒服可千万别硬撑着。刘广远没回应，脸上表情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乐享，等会儿我能不能也录一下这个平台呀？广远大爷，这不就是你的自由了吗？你想撸就撸呗，手机在你手上呢，你也知道操作流程，所以这根本不需要问我。
很好，主动的谭念终于出来了，这样滚起雪球来，才能将大家真正的绑定在一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刘广远直接带着身份证前往里屋，开始自顾自的撸了起来。已经撸到手的村民离开院子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知道现在能撸出3瓦多块，加上每个人都有的吃醋心理，也纷纷赶来刘广远的院子中，又开始像上次一样在院子中排起了长队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短短1天就到账了5万多呀！严伟，你完事了就赶紧腾地方，后面还有这么多人排队等着呢。此时的院中已是挤满了人。乐享看向院中，发现这次比之前又多了100多人。显然，乐享所制造的雪球终于开始滚动了。乡亲们已经撸过贷款、拉高过资金流水的来，文远大爷、广宇叔，还有我这里，大家不要急，每个人都撸得到。而此时的医院王刚病房里，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住院了？是放贷组的那些蠢货给刘家村放了600多万的贷款。王刚将事情的经过以及放贷组跑路的消息告诉了这个小弟。大哥放心，那些玩意我一定逮到。但是刘家村这事确实不好办啊！不好办也得办，等我能出院了，就召集所有人带着家伙去刘家村，钱必须收回来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4天，不仅人人开上了豪车，就连耕地的牛都放起了平价。原来是我不仅带领全村人撸起了黑网来，更是率领他们搞起了抵押车。就在大家畅想着美好生活时，网贷公司老板开始密谋起来。老大，可是刘家村这种情况，我们很难搞定啊！不仅人抱团，还有老头担责，咱们根本不是对手啊！如果让那几个老头发挥不出这个作用呢？老大，那是要用什么办法让那几个老头发挥不出他们的作用呢？王刚一脸高深莫测的说道：“我们拿着摄像头，将摄像头隐藏起来，然后语言刺激刘家村的人先动手，到时候录像就成为他们动手的证据。刘家村那几个老头想要发挥他们的办案作用都不可能了。我们手里握有他们动手的证据，到时候他们就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坐牢。”小弟一听，眼睛瞬间发亮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老大就是高明，那我们要不要和别的平台通气？万一刘家村还撸其他平台，他们损失可救。不仅不让他们警惕刘家村，还要让他们认为刘家村是优质客户，欢迎刘家村的借贷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反击刘家村的同盟就会越来越大了。你现在就去散播消息说刘家村都是优质客户，由于是要做集体生意，急需资金，才会出现这种整个村大规模贷款的情况。好的，老大，我现在就去做。很快，各个黑网贷公司都知道了一个消息：刘家村正在大规模借贷，而且刘家村是优质客户。而此时的刘家村，乐享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内容，从申请失败到申请成功，陷入了疑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按理说这么多 IP 涌入进去借款，应该半天就不给放贷了，怎么突然又恢复了？乐享很疑惑，对于刚刚出现禁止放贷的情况，他的猜测绝对没有错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台又突然放下警惕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你不警惕我们刘家村，那我可就放开撸你了。而乐享不知道的是，因为网贷平台都收到了王刚传来的消息，都把刘家村视为一块大肥肉，巴不得乐享来撸。就这样平静的过了5天。这期间，乐享找了天使贷、死神贷等各种各样的贷款软件给刘家村撸。临近傍晚，乐享将剩下的人送走，让他们明天再来。爸，现在咱们村有多少户人家参与撸网贷了？差不多得有402户了。402户吗？刘家村一共486户人家，估计等到明天或者后天就差不多都参与进来了。我这第1个雪球终于要完成了。深夜，乐享照例在床上刷会手机准备睡觉，直到刷到一个帖子：16万买了一辆 A8， 帅不帅？兄弟们，卧槽，哥们，你是4儿子老板他爹啊！18万竟然能拿到车况这么好的。楼主，这种车我知道，这是抵押车。之前我8万买过一辆 E300，但是开不到1个月车就没了啊！怎么回事？抵押车还会触发灵异事件吗？2楼详细说说。啥灵异事件啊？就是车被人拉走了。有一种专门收车的组织，叫做抵押车清收队，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把你车偷偷拖走。还能这样？是啊，一个车上装满了 GPS， 你跑到哪，他们都能找到你。卧槽，那算了，我就不打这个抵押车的主意了，买了也保不住啊。啊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还以为自己赚大发了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坑。我现在找卖给我车的车贩子还来得及吗？不用找车贩子，不少卖抵押车的车贩子都是和清收队有勾结，他前脚刚把车卖出去，后脚就给清收队发消息，让清收队去收车了。那我明天就把 GPS 全拆下来。别想了，你拆不干净的，等你觉得这样安全了的时候，指不定车上在哪还藏着一个呢。乐享放下手机，他的心里隐隐有了盘算。抵押车清收队，对啊，
这抵押车对这些人来说不安全，但对刘家村来说不是啊。这些清收队赶来刘家村，直接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，20万就能搞一辆上百多万的车，这真的可太行了。而且抵押车交易是合法的，但清收队偷偷拖走抵押车的行为是违法的，那这还怕啥？现在想想，咱刘家村买抵押车也属于为民除害了。乐享越想越兴奋，直接不睡了，在网上找起了抵押车商贩，他直接挑选着那些低到离谱的抵押车，将这些记录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刘家村彻底进入了疯狂状态。从原先只有他和2个大爷放款的模式，直接变成了50多个人进行操作，每个村民撸的平台也越来越多，现在基本上人手撸到了50多万，40多个平台已经渐渐撸完。正当大家焦急之际，乐享转手又为大家找到了30多个。他将新平台的操作手法交给大家后，望着已经要捉襟见肘的网贷平台，乐享决定现在就去一趟抵押车行。大伙有没有需要买车的？我准备去抵押车那里看看，大家如果有需要买车的，我可以帮你们定了。乐享也没瞒着，直接将什么是抵押车、清收队，还有他们的操作勾当都告诉了大家。10几万就能买原本100多万的车，还有这好事儿？这不是有风险吗？有可能开了10几天就被清收队的人偷偷拖走了。清收队管他什么队呢？只要来了咱们刘家村，他就得乖乖的窝在地上。没错，只要他敢来刘家村，别说把车偷偷拖走了，他自己的裤衩子他都守护不了。反正我们买车是合法的，他偷偷拖车是违法的，我们怕他们干啥？说的也是，反正买的车也不会往远开，在白天也不需要怕经车队在，晚上车肯定是在刘家村放着。买了，我要买奔驰 S， 就和乐享一样的那个，我看着那车挺大气的。我要买宾利，24万就能买宾利，爽得要死。众人经过简单的议论，人群中便已不少人下了决定。你要宾利，那我要劳斯莱斯。乐享，你帮我瞅瞅有没有劳斯莱斯，要是30万以下能搞一辆，我直接拿下。我感觉路虎挺不错的，乐享你给我来一辆路虎。那个什么霸道，这车我听我儿子讲过，他说这是他的梦中情车，我来一辆这个吧。大家纷纷举手高喊着自己要的车，乐享将他们的需求做了个统计，毕竟大家的钱得来的太容易，所以花起来更是没有丝毫压力和负担。各位乡亲父老，那里有什么车？这是不一定的，有些你们所说的车，他们可能并没有货。不过刚才听着大家的声音，我大致也知道大家是想要什么类型的车了。这样，车贩子那有什么豪车我都给定下来，到时候大家再挑选可以吗？众人一听，纷纷表示点头。毕竟他们也不在乎什么牌子，只要是豪车就行。乐享带着全村的希望踏上了前往抵押车车行的路途。刘家村的众人也浑身更有劲，开撸，撸黑网贷。黑网贷好啊，让我们刘家村过上了好日子。嘿嘿，以后咱也是开100万豪车的人了。贫困村以后别和刘家村沾边了。我就说乐享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。片刻后，乐享按照手机指引来到抵押车行。你好，是来看车的吗？对，想买车。你买车？你这不是开着车吗？销售人员看乐享傻愣愣的，开始有意图的套起乐享的底细，但乐享则将计就计。我是帮村里的乡亲们看的，这个是我新买的车。我开着车回家后，村里的乡亲父老可羡慕了，说他们也想买。然后我就又在网上找找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也是抵押车，不过我这个有些贵，花了20万。我看你们在网上发的21万都可以买迈巴赫了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我们实际价格绝对和网上宣传的价格一样。比如你看这个，我们网上报价24万，实际也卖你这个价啊？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我这个奔驰买的还20万呢，你们24万都可以买宾利了。对，小兄弟，有些抵押车车商啊，就是贪得无厌，收抵押车的成本明明很低，却卖这么高的价格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其实啊，我们收抵押车的时候成本很低的，比如这辆宾利吧。接下来，这个销售人员的一阵忽悠，乐享也摆出一副傻子的表情。哎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卖我车的车商确实可恶，竟然卖我这么高的价格。大哥，等会儿你能不能再给我便宜些啊？说实话吧，老弟，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一种亲切感，感觉你就是我亲弟弟一样。所以你放心，肯定能给你便宜，就给便宜。这样吧，你看上哪辆车，我直接给你老板规定的最低价。真的吗？大哥，你人真的是太好了。一阵扯皮，两人皆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随后这个销售就带着乐享看了一堆各式各样的豪车。大哥，我去打个电话给乡亲们说一声，询问一下他们意思。乐享自然不是询问大家意见的，只是为了演给那个销售人员看。他站在门口拿着手机手舞足蹈。片刻之后，大哥，我刚才给我们村长说了，我们村长觉得挺合适。我们村长的意思是，要是价格在刚才的报价上再便宜些，一辆再便宜个1万块钱，我们村就把这些车全买了。
什么？你说啥？全买了？这些车，这可是有50多辆呢，能全部买下来？是啊，我们村里的人这几年都挣钱了，花个10几20万买辆车不成问题。而且你家的车又好又便宜，大家都很心动。所以，如果可以一辆再便宜1万块钱，我们就可以把你们这些车全买了。瞬间，这人呼吸都急促了，毕竟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单子。兄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我们老板说一声，你别走哈，他就在办公室里面呢，很快的。我不跑，我还等着买车呢，我怎么会跑呢？老板，上钩了，来了条大鱼。上钩了！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5天，不仅家家户户在村口挑选着豪车，就连村里最穷的懒汉都开上了保时捷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人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率领他们搞起了抵押车。就在我准备一口气谈下50多辆豪车时，抵押车老板贾明出面了。嘿嘿，那辆迈巴赫昨天刚卖出去，你们今天就拖回来了，速度真是够快的。贾明正在和清收队队长高兴地聊着天。那是你兄弟，我这清收队在整个行业都是排得上号的，不管你车在哪，我都能给你拉回来。我可以很明确的说。还不等他说呢，门便猛然推开了。老板，来了一个客户，说要把咱们车库的车全买了。买就买呗，你该签合同签合同。该你说啥？车库的车全买了？是啊，老板。销售将刚才的事情叙述了一遍。贾明和清收队那人听完看了彼此一眼，都是露出了惊喜的笑容。老贾，你这次赚大发了啊！你车库现在多少辆？50辆有吧？按平均一台20万，那就是1000万了。你这一波可是能直接赚了600万了。贾明也是恭喜道：“你也赚大了，你能分到400万呢？”他们平时就是4、6分，车行老板拿6成，清收队拿4成。老板，那我呢？我这次能提多少？销售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。给你50万提成，走，你现在带我去看客户。不对，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啊。贾明突然停下，一脸凝重。你说这会不会是有什么套路？怕不是有人要搞我们吧？清收队那人满不在乎道：“这能有啥套路啊？没听你销售说吗？买车那人眼睛都透露着清澈和愚蠢，人一脸憨厚，这肯定就是没接触过社会的小孩，心思单纯的很，把这个社会想得很简单。还有他村里的那些人，信息来源极少，见识少得很，肯定是一听说20万就能买到豪车，都心动的不行。如果实在害怕，你就给这年轻人说，买车合同不能代签，要买车本人签字，到时候你观察一下买车的人不就行了。”贾明一听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于是心中也没有那么担忧顾虑了。清收队那人继续道：“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有兄弟我呢吗？刚才不是还给你说，就没有兄弟我收不回来的车。我保证，你今天把这一批车卖出去，我今天晚上就能给你拖回来，明天就能让这些车出现在你的仓库。”贾明彻底没有了担忧和顾虑，直接对销售说道：“走，带路，小伙子，就是你要把我们车库的车都买了。”对，也不对，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要买，我是负责替他们过来看看的。而且我们村长说了，我们村就我一个大学生，是村里最聪明的，懂得比他们多，所以他就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果真一脸憨样，这小子完全就是个没经历过社会的雏鸟了。他们村里的人也都是傻，竟然觉得他是村里的唯一大学生，就这么相信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不愧是你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既然能找到我们这种卖便宜豪车的车行，一般人还真找不到。对了，你们能不能把车送到我们村啊？然后让买车的人亲自和你签合同，一车一合同。贾明一听，立马心花怒放，毕竟他正打算说这事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联系半挂，把这些车全部拉到你们村，运费我也替你们掏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仓库还有近期拖回来的30多辆车。小兄弟，我仓库里还有30多辆车呢，你要不再给你村长打个电话问问，看看还有没有乡亲父老需要的。你放心，那30多辆车和这50多辆车一样，都是原价100万以上的豪车。乐享装作为难的样子，30多辆，恐怕要不了吧？我们村里这2年虽然不少人在外打工挣到了钱，但是这些人也是有限的啊。我感觉买50多辆已经是极限了，还有30多辆估计真的没人买了。你先打电话问问嘛，说不定还有需要的呢。这样一辆车我给你提5000块，怎么样？行吧，那我问问吧。随后乐享走到一边如法炮制，把忽悠销售的那套操作又来了一遍。这次乐享装样子的时间更长，硬是手舞足蹈了3首歌的时间。贾明看着乐享这情绪激昂的样子，很是满意的点点头，心想给这傻小子一辆车5000块的提成，果然让他很是上心。看他和村长沟通那么卖力，8成是说服村长了。终于完事了，都要了，这30多辆车也全都要了，都要了。好，我现在再联系2辆能运输汽车的半挂车。乐享在装车的这段时间里，
在一家店足足买了几十个红外线报警器，这些数量足以在刘家村的每个路口都放2个。就在最后一辆车装上半挂时，乐享也走了进来。贾老板，已经全部装车了，我们现在走吧。对了，提车你现在就给我吧，我怕到了村里让乡亲们看到不太好。还有后面这30多辆也要和前面那50辆一样，一辆便宜1万块钱啊！此时的贾明没有丝毫顾虑，完全就是将乐享看成一只大肥羊，而且还是傻乎乎的大肥羊。他直接说道：“没问题，你把银行卡号告诉我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。”乐享收到17万转账后，开着车在前面带路，几辆装满了100万豪车的半挂在后面跟着。抵押车老板和清收队队长此时也乐疯了。兄弟，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晚上吧，今天得给兄弟们打打气，毕竟这么多车，拖车都要拖1整晚了。嘿嘿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昨天还在算账呢，如果这批车都再卖出去一次，然后再收回来，我就能回本了。没想到今天一天就实现了。刘家村村口，几辆装满了100万豪车的半挂车在村口整齐地停着，而空地上早已围满了刘家村的人。半挂车上放下来一辆豪车，有谁相中的就直接来到前面签合同刷卡。整个现场简直毫无人性，会计的 POS 机每分钟都得刷走几十万。很快几个运输半挂空了，将近90辆豪车都被刘家村买完了，但是空地上还有等着买车的人呢。见此，贾明灵机一动，又找到乐享。我看你们村还有不少人想要买豪车呢，这样我认识一个同样卖抵押车的朋友，他车行的车也都是上百万的豪车，卖的价格也和我差不多，我在他那调些货继续卖给你村的人，怎么样？这是要给我加餐了。乐享装作为难的样子。可是你说的这家抵押车行，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，我不敢贸然让我村里的人买啊，万一再出啥事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保证和我车行的情况一样。这样吧，一辆车我还给你提5000块，怎么样？行吧，那我去和他们商量一下。随后，乐享装作去商量的样子，和大家待了一会儿，这才重新走到贾明身前。行，还剩32人，你再调30辆车来吧。不过尽量调宾利、路虎这一类的车啊，还有我的提成先给我。贾明大喜，立马给乐享又转过去了16万。要知道他在朋友那调车，一辆可以抽成2、3万，调32辆车，他可以白赚70、80万块钱了。很快调来的那32辆车送来了，剩下32人个个满心欢喜的提了一辆车走了。等到贾明他们也离开，乡亲们，这是红外线警报器，开启之后，一旦有人在前面经过，就会发出警报声。现在大家将这些警报器安装在各个能进入我们刘家村的路口，一个路口装2个。随后，乐享给大家讲了一下红外线警报器的安装方式和注意事项。大家明白后，分工开始在各个村口安装。很快，几十个警报器都安装好。乐享将各个报警器测试无恙后，就让村民们离开。直到半夜12点多，几辆拖车和一辆半挂停在了刘家村门口。为首的正是贾明的合作伙伴，清收队老大孙乐成。该说的我都已经提前说过了，现在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我就叮嘱一点，做事一定要轻，不要大动作惊动了人。毕竟这个村要拖走的车很多，我们要是打草惊蛇了，后续拖车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老大，这活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干了，早就熟练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一套流程走下来，那是又快又干脆利落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动静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。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一晚上，明天都能拿到不少钱，等到明天晚上就可以好好去爽一爽了。众人一听，立马精神满满，斗志昂扬，然后纷纷开始摸进刘家村。在经过路口的时候，并没有警报器发出警报声，原来是因为乐享担心他们听到声音会跑，就索性让大家把车停在一起，在广场上装满了报警器。而此时清收队也很是疑惑，老大，不会是消息有误吧？这个村一下子买了100多辆车，不可能这街上一辆都没有啊。对呀，老大，咱们走的这条路应该是这个村的主路，是村里最大的路，也是村里的街道，不可能停的没有车。算了，直接看定位吧。说着，他拿出来了一个定位系统显示器，发现100多辆车，信号全在一个方向。等到孙乐成带队赶到，怪不得我们一辆车都没看到，原来车都在这里呢，正好了，省得我们一辆一辆找了。走，直接过去拖。于是他们这几辆拖车全部往那一个方向走去。然而刚靠近那片汽车时，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。坏了，中计了，赶紧撤！但是他们前方无法通行，路全部都被汽车挡住了，他们只有原路退回。但此时除了孙乐成，其他的小弟都没反应过来。撤退呀，还傻愣着干嘛？众人被孙乐成一骂才反应过来，但他们倒车并不快，因为乐享提前给村民们打过招呼。转眼间已经有100多号村民围了过来，并且刘家村各处还都在往着来人。呼吸之间，村民们就将孙乐成他们围住。孙乐成看这场景，心中也有些慌，毕竟在法律层面，
他们才是属于违法的人员。你们赶紧给我让开，不然我们就开着车直接冲出去了啊！看我干嘛？都这种份上了，你们还想啥呢？不想办法冲出去，难道等着被这些人送到衙门里面吗？小弟们一听，也纷纷醒悟过来。赶紧滚开，不然撞死你们 ！TM 的，别挡路！老家伙，瞅啥瞅？赶紧给我滚开，不然我们就踩油门了。说着，拖车发动机嗡嗡直响，意图吓退刘家村的这些人。但是刘家村可不惯着他们，来，照着我头压过去，撞！有本事你们就从我身上撞过去，不撞你就是孙子！还想吓唬我们刘家村的人？我们刘家村人怕吗？刚才指着我骂的那个小兔崽子，就说你呢。别看了，来开车撞过来，不敢撞就下车，给大爷我练练，看大爷我能不能打得过你。刘家村人的这些表现，直接把孙乐成他们镇住了。他们是真不敢真的撞，但刘家村是真的不怕撞。靠，这刘家村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像是土匪窝？这尼玛比我们轻车队的人还地痞无赖呢！而就在这时，乐祥来了。原本闹哄哄的刘家村人群立马安静下来，然后让出来了一条路。各位晚上好啊！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6天，不仅全村每户人都买上了豪车，就连上街买菜都得开着奔驰 E300。原来是我率领全村人撸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带领他们狂买了100多辆抵押车。就在清收队夜晚前来拖车触发警报想要跑路时，我们全村人直接将他们彻底围住。这不是买车那小子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买车的时候他不是一副傻憨样子吗？不是说好的清澈愚蠢大学生吗？这情况分明他才是这些刘家村人的主心骨啊！此刻孙乐成心中瞬间有了答案，上套了，乐享才是主导者，我们这是进局了。下车，你们2个通通给我下车！怎么，你真要指挥他俩开着车从我们身上压过去啊？乐享指着身后刘家村人，刘家村人个个怒目狰狞地瞪着孙乐成，不敢不敢！老兄啊，这些车是我们合法合规买来的，合同上白纸黑字都写着，你要给我们拖走，你们是属于违法，懂吗？乐享声音很平淡，但孙乐成听到却压力山大。明白，很好，你们明白就好。不想被衙门抓起来的话也很简单，你们把上身脱了，然后自己将自己绑在刘家村村前的大树上，绑够7天，我们就放了你们，当这事没发生过。你别太过分了！哼，乡亲们，有盗贼偷到我们村了，我们抓住这些盗贼应该怎么做？抓起来暴打一顿，然后送到衙门。听到了吗？你别以为我们只是将你们送到衙门这么简单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还会教训你们的。所以现在你们怎么选择？孙乐成看着气势汹汹的上百号刘家村人，心中瞬间熄火了。7天，我们会渴死饿死的。放心，我们会给你们提供水和食物，不过食物你们就不用想着吃多好的了，只有大馒头。孙乐成恨得双眼几乎要蹦出来，但还是低下了头，而他的一个小弟却不服了。老大，我们怕他们干啥？直接干他们！我们20多个人呢，怎么着也能打？一瞬间，这人就被一脚红粉踹到地上，一群人围上去开始拳打脚踢。刘家村人还高呼的打强盗3个字。看着如此凶猛的刘家村人，孙乐成他们全都怔住了，仅存的反抗心理也没了。所以你们怎么选择啊？我们选择自己把自己绑在树上，这就对了嘛。半个小时后，叔叔看着眼前鼻青脸肿的小伙，你是说这几辆拖车都是你开过来的，就是为了多偷些车？我把这辆往前开一点，然后下车跑回去开第2辆，就这一辆一辆开过来的。他已经落网了，所以没把孙乐成他们供出来。毕竟这会让自己出来后不好过。行，那你跟着我们走一趟吧。对了，还有你们又是在干什么呢？大师给我们算卦，说在这几棵树上绑1周能改我们运势。真不是被迫绑在树上的？不是，是我们自己互相绑的，我们都是自愿的。行吧，那我就当你们是如此吧。那你们为啥脱了衣服？为了更好的感受日月之精华。那你们也不能这样绑在刘家村村口啊，这不影响刘家村的正常通行吗？乐享连忙表示道：没关系的，我们刘家村人心都善，既然这几位说绑在这里能改运势，那我们刘家村人就成全他们，不会有意见的。行，你们协商好就行。说完，叔叔带着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小伙走了。此时乐享走到了他们身边，你们就好好在这待着吧，现在天气暖和，不穿衣服晚上也冻不着。说完，乐享和一众刘家村人回村休息。栽了，这次彻底栽了，做亲收队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这么栽，刘家村真他妈是龙潭虎穴啊！这刘家村就不应该叫刘家村，而应该叫黑家村。嘿，太他妈黑了！与此同时，车行老板贾明还在心里美滋滋的想着，明天天一亮，那些车就都回到仓库了，然后等待2、3个月就又能拿出来卖了。孙乐成可是干清收的老手了，在这一行都是有名声的，他出马我绝对放心。翌日，车行老板贾明美滋滋的给孙乐成打了过去，老孙肯定把车都拉回来了。不过半天过去了，
电话都没人接听，他拨打着一个又一个，还是一个结果。难道是他们忙碌了一夜，太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？然后孙乐成怕睡觉被打扰，将手机调成静音了。他准备先去自家的仓库看看，因为之前将车收回来都是直接给他放仓库里面的。我心爱的宝贝们，贾明直接僵住了，空荡荡的仓库什么都没有，他彻底慌了，连忙拿出手机继续拨打着电话，可是依旧没人接听。而此时的清收队被绑在树上，动都动不了，难受的一夜没睡，就这样熬到中午，终于困得可以站着能睡着了。结果孙乐成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那些小弟们一副生无可恋的看向他。老大，你是想让我们死吗？是啊，老大，我真的快要困死了。操，哪个龟孙子啊，脑子有病吧？一直打个没完了。此时的贾明有些失神，毕竟这批车他还要倒腾2次才能回本。孙乐成那孙子不会是拉着车跑路了吧？对了，定位，车上还有定位呢。慌忙之中，贾明找到定位器开始查找，但是所有车都在刘家村。难道孙乐成出事了？算了，他出事就先出事着吧，我得先把我车收回来再说。得知自己车还在的贾明心中暗喜，迅速联系了另外一支清收队。当天晚上，清收2队悄咪咪往村里摸，但他们没发现孙乐成就在树上绑着。老大，这应该是新的清收队，要不要提醒他们一下？管他们死活干啥？那贾明肯定是一直联系不到我们，然后看车又在刘家村，所以才找了新的清收队。这就是说，贾明那小子根本不关心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而是更关心先把车收回来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管他们干啥？很快，刘家村响起了孙乐成他们熟悉的刺耳警报声。过了片刻，他们周围又多了20来个被绑在树上的大汉。我们刚到村口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提醒我们？刚才睡着了，不好意思。这特么是什么村啊？这是土匪窝吧？第二天，贾明依旧联系不上，再看车辆定位，还在刘家村。这下贾明也知道是出在刘家村身上了。当晚他就偷偷来到了刘家村，结果到了村口。乐成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竟然跑过来了！你先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进了土匪窝了。孙乐成将事情的经过描述了一遍。贾明啊，你还是放弃吧，这刘家村真的就是土匪窝，你找新的清收队来也是得挂在树上。贾明此刻如遭雷劈，先别说了，我先把你们放下来，回去再商议。孙乐成他们却都是摇了摇头，不必了。乐享他们已经通过我们的手机查到一些我们的相关信息了，比如家庭地址啥的。我们要是在这挂7天，就能被释放。若是现在逃跑，刘家村指不定还会怎么着我们呢。孙乐成他们已经认定刘家村就是土匪窝，就没有刘家村人做不出来的事。贾明再次如遭雷击，而就在这时，乐享带着巡逻队刚好来了。哟呵，这不是贾总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乐享兄弟，你就网开一面，把车退回来吧，我返还你双倍的钱。哈，贾总，这可是我们合法合规买的，凭什么要还？你来请我们贾总好好喝一杯。此刻2名刘家村人开始往贾明身边去，贾明看情况不对，瞬间撒丫子跑了。哼，真他娘的黑！而乐享心里却是嘿嘿一笑。接下来的3天，刘家村继续在撸网贷的浪潮中火热进行。此时，刘光勇的儿子刘彦宇给他打了电话。爸，你和我妈最近怎么样啊？好的很啊，我和你妈现在可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好。是发生什么喜事了吗？对了，儿子，你也回来吧。最近我和你妈挣了很多钱，你在外面那么辛苦，结果1年才挣了几万。我和你妈现在点点头，摇摇头就能挣几万。你别在外面受罪了，回来我们一起挣钱吧。爸妈，你们不会进什么传销组织了吧？你们千万别信他们说的轻轻松松就能赚大钱啊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什么传销组织啊？没传销组织，是乐享在带领我们挣大钱呢。不对，是带领我们全刘家村挣大钱呢。什么？乐享带着全村人都加入传销组织了？在刘言宇的理解里，传销组织一般都打着赚大钱的噱头。你看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话呢？没进传销组织，真的在挣大钱呢。哎呀，爸，你们肯定上当受骗了。你这点点头、摇摇头就能赚钱，不就是符合传销组织所说的轻轻松松就能赚钱吗？到最后谁都拿不到1毛钱。传销组织是不会说自己是传销组织的。都给你说了，不是传销组织，谁说我们没拿到钱啊？随后，刘光勇干脆将撸贷款的步骤都给刘言宇讲述了一遍。爸，你们这是在借高利贷啊？高利贷的利息很高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过利息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？我们又没打算给利息，甚至我们都没打算还本金。随后，刘光勇又具体解释了一遍。刘言宇听完，不仅没有放心，反而更加两眼一黑，怒骂道：“
乐享，这是要把我们刘家村搞废啊！他知不知道这些贷款平台虽然是黑网贷，但欠的平台太多的话，也是会上征信的，会上征信黑名单的。我们刘家村的人都上黑名单了，不就废了吗？你这孩子，什么征信啊？我年龄大了，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乐享带着我们挣大钱了。哎呀，那能有几个钱啊？因为这点钱而进入征信黑名单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乐享是不是在你们身边？你们直接把电话拿给乐享。正当刘光勇还想继续和儿子解释时，乐享听到了大概的内容。叔，电话给我吧。乐享拿到手机，刚打了句招呼。乐享，你知不知道你正在带着刘家村干嘛？带领刘家村走向致富的方向啊！放你娘的屁！你这是要把刘家村毁了！你带领大家撸网贷、撸平台撸得多的话，事闹大了也是会上征信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了那点钱而上了黑名单，简直是得不偿失。乐享看看自己的余额，又想到了村里最穷的单身汉都有500多万存款。我觉得还挺划算的，征信养了这么久，此时不提现，什么时候提现？再说了，都是在黑网贷那里提现的，还属于为社会除害了。征信提现？你是脑子坏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上了征信黑名单之后，大家的出行买房怎么办？乐享又看了看院外的一群豪车，又看了看有些人家正在装修的别墅。那以后出行就开车呗，房子就在家盖大别墅呗。此话一出，刘言宇直接绷住了，嘴巴里一句话都吐不出来。乐享，就撸网贷那几万块钱，你还想买车盖别墅？我看你是脑子坏掉了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你扯这么多了，我现在就买回家的车票，你等着。不等乐享说话，刘彦宇就挂断了电话，独留乐享一人懵逼。他是不是对几万有什么误解？算了，等他明天回来了，自然就明白了，不管他了。翌日，6个年轻人抵达刘家村，他们全都是刘家村的人。昨天听到刘家村的事情后，都感到天塌了，全都跟着刘彦宇回家找乐享要说法。刘彦宇想到新闻上有人借了高利贷而跳楼自杀的事情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几人都嚷嚷着给乐享来顿狠。随后几人来到村口，直接愣住了。他们看到有30多个只穿着裤子的男人在树上绑着，更让他们惊呆的是，一辆路虎从刘家村渐渐驶来。咱们村还开进拦路虎了，我要是啥时候能坐一坐这路虎就好了。路虎啊，这可是路虎啊！但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路虎在他们身边渐渐停下。言语、言风、言吉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二大爷，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1周后，不仅全村每户都开着豪车盖着别墅，就连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村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人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率领他们买空了最大的抵押车行。而当返村人得知是黑网贷来找我算账时，直接被门口的豪车群震惊了。严峰，你二大爷怎么开上路虎了？我操，那可是路虎啊！就是啊，我要是有一辆路虎，哪怕是12手的，当年小翠都不能给我分手。我们要是有一辆路虎，屁股也不用像现在这样麻着了。刘岩峰也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啊，难道是他买彩票中大奖了？算了，我们先回去，先找乐享算账。说完，几人朝村里走去。奔驰、保时捷、迈巴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肯定是最近熬夜太多了，脑子都熬坏了，不然怎么可能看到咱们刘家村有这么多豪车？言语、言风、言吉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此时，一位留守人员朝他们走了过来。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咱们刘家村这么多豪车啊？”这些啊，这还都是多亏了乐享啊。随后，他将抵押车和对付清收队的事情都告诉了刘岩峰几人。也就是说，村口那30来个被绑在树上的人都是清收队的。对呀，这属于违法啊，这属于非法囚禁。对啊，这属于非法囚禁啊！咱们这是要坐牢的。20万的劳斯莱斯虽好，但这也属于违法啊！啥非法囚禁啊？那是他们自己绑的，又不是我们绑的。而且我们买抵押车都是正规手续，白纸黑字签的合同。那些清收队的人属于偷盗行为，我们不报警，他们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让他们在树上待几天，算是便宜他们了。主要还是乐享心善，说只需要给他们一个教训，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拖刘家村的车就行了。不然啊，非得把这些人的狗腿打断不可。刘言宇他们再次一惊，原来还能这样。这么一说的话，这20多万的劳斯莱斯何止是香啊，这特么是香炸了！不对啊，就算是20多万，大家也不可能轻易拿出来啊。20多万现在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钱啊？根本不值一提，好吧？
乐享现在带我们撸网贷可挣钱了。不就是几万块钱吗？这挣啥钱？是啊，一个平台几万块，10个平台不就几十万了？现在刘家村留守人员最少的都撸了110个平台了，都300-400万了。你看看你八叔，当年就数他最穷，可他现在也有300万存款了。我现在最多就能存2-3万，那我这一年下来辛辛苦苦算个啥？哦，对了，严峰，你二大爷是跟着乐享撸网贷最早的一批人，同样如今也是我们刘家村撸网贷事业的核心人物。据说他现在快撸了1000万了，当然最多的还是乐享的，他好像2000多万了。此刻众人想找乐享算账的心思全没了，只剩下想找他撸黑网贷的决心。对了，我现在也要去撸网贷了，你们一块去不？去。随后这人带着刘岩峰他们朝着刘家村最大的一片空地走去。晚上这是刘家村的集中停车场，白天这里则是撸网贷流水线。这几人刚到刘家村流水线，便听到有人议论：今天你又撸了多少？嗨，没多少，也就20-30万吧。那确实不多，主要是今天中午吃饭耽误事了，这不来晚了吗？还有早上也有些事耽误了。对了，你家总共撸了多少了？总共我撸了500万了吧？我媳妇儿撸的平台少，才撸了200多万，总共差不多800万吧。嘿，虽然我今天撸的少，但是我总的撸的多啊，我家总共超过1000万了。此时这6人的内心更加坚定了，撸网贷，一定要撸网贷。于是也纷纷掏出银行卡和身份证，开始排队加入撸网贷的队伍中。而就在这时，乐享溜达过来了。咦，这不是言语哥吗？刘言语几人看到乐享后，气势不自觉地便低了一头，就像是做了亏心事被发现了那样。乐享啊，吃饭了没啊？吃了。你昨天不是说我带着大家撸网贷是毁了刘家村吗？不是还说今天回来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我一顿吗？怎么现在在这排队等着撸网贷了？乐享似笑非笑地看着刘言语说道，也不知道刘言语此时在想什么，面露挣扎表情，然后扑通一声给乐享跪下了。乐享哥，带我撸网贷吧，我也想开路虎。一瞬间，其他几人也纷纷跪倒在地，掏出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。乐享哥，我太想进步了。撸网贷就撸网贷呗，都是刘家村人，你一句话的事，我肯定带着你撸啊！兜起来，只是你们不怕征信上黑名单了吗？不害怕坐不了高铁、火车、飞机了吗？不做了，再也不做了，我要开路虎。其他几人也都纷纷点头。而此时，刘广勇也到了。言语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爸，有撸网贷这么好的事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？我在外面天天打螺丝，手都冒烟了。我这不是忘了吗？主要是最近太忙了。那啥，你有驾照没？咱家那宾利我开不走，你要是有驾照，你就开着吧。我最喜欢宾利了。此时的两父子你一言我一语，但这让大家反应过来，还没和外地打工的家人说。于是刘家村又开启了大规模的返乡潮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知道事情之后，纷纷辞下工作回到村里。于是这2天，刘家村陆续回来人了，全是30-40岁的青壮年，直接将刘家村撸网贷的人数飙升了好几倍。而正当大家疯狂的赚钱时，黑网贷老板王刚带着他的小弟们来到村口。老大，我们真的要去刘家村收债吗？陈大伟，你别忘了我把你从里面捞出来是干啥的，反正今天必须把刘家村的钱收回来。走，我们进去。说完，王刚便带着50-60个小弟浩浩荡荡地朝着刘家村走去。在外放哨的人看到这场景，直接跑进村通知乐享：兄弟们，这次我们先不要动手，只要我们拍到证据，他们那些90多岁的老头就没什么用了。王刚这次做了充足的准备，胸口还别着一个微型摄像头，但人群在刘家村路口走着，却一个人都没见到。怎么回事？没人。坏了，老大，刘家村的人不会都跑光了吧？糟糕，我的钱！但话还没说完，一群人出现在了王刚的视野中。呵呵，只要人没跑就行，只要人还在，就让他们还钱。兄弟们，气势拉起来！随着王刚的一声令下，众人气势汹汹地朝那人群走了过去。但双方碰面后，王刚这群人直接怂了。这人也太多了，放眼望去，乌压压一片全是人，还都是30多岁的青年。更关键的是，王刚的后面也来了一群人，直接将他们全部包围起来。大哥，当初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围住的，不过上次都是老头，这次好像全是年轻人。而这时乐享从中走了出来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哟，这不是陈大伟吗？怎么出来了？你拆我家房子的事情还没赔偿呢，看来我有必要报警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了。哼，老子的背景岂是你一个乡巴佬能明白的？哟呵，那好，那我现在就给衙门打电话，那花瓶10万多呢。别真打电话，不然我保释3天的情况不就露馅了？王刚很着急，要是露馅，他的这帮小弟肯定会原地解散。
别急，我有的是钱，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，我直接给你转10万。行啊，我们有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还钱！你们在我们平台借的钱赶紧还给我们，利息就不要你们的了，你们只需要还给我本金就行了。还钱？还什么钱？到底是谁借的钱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，把名字点出来。你一句还钱，谁知道是谁要还钱？你们哗啦啦来了这么多人，谁知道你们是收债的还是来打劫的？王刚瞬间被气得一口气上不来。我看你们谁都像是欠我钱的样子。你看看，这不就是纯讹人的吗？他说我们都是像欠他钱的人，大家认吗？不认不认。你说我欠你钱，我还说你欠我钱呢。你欠一辆劳斯莱斯，啥时候还我？做人说话是要讲证据的，你不要嘴一张就说我们欠你钱了，你这和土匪打劫有什么两样啊？你听到了吗？你说我们欠你钱是要讲凭证的，你把凭证拿出来，只要是符合法律要求的欠债，我们刘家村人肯定还。王刚更加气了。先不说他们放贷不符合法律，那些放贷记录所在电脑都被放贷组搬走了。王刚拿不出证据，只能对着乐享他们狂骂。但刘家村前面也纷纷对骂了起来，其中有人想动手，但被乐享拦住，毕竟他已经注意到了微型摄像头。此刻两帮人直接对喷了起来，但只有几十人的王刚他们岂能骂过几百号人的刘家村人？更何况还是双声道同时攻击。不对劲啊，这乐享怎么不让人动手啊？怎么和陈大伟描述的不一样啊？哼，老子穿越前科技比现在高挺多，一个小摄像头还想出来献宝。此刻王刚直接不装了。乐享，我再问一遍，你们刘家村到底还不还钱？到底还什么钱啊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你拿出来，我们不就知道了吗？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动手了。你看，还要开始打劫了。王刚彻底绷不住，整个人都气懵了。他直接把小型摄像头摔了。兄弟们，动手，把钱要回来了，我给你们30%的提成，大家就可以吃香喝辣了。哼，你们可终于动手了，我都骂累了，大家伙动手！刘家村的人就等着乐享这句话。一瞬间，200-300刘家村人如同猛兽出笼，直接将王刚一行人碾压了。让你尝尝你爷爷我的大右臂，这可是我打了几年螺丝练出来的黄金右臂。我工地修炼多年，搬砖如呼吸，但你小子也是如呼吸。小子，就你刚才对着我骂是吧？我让你骂，俩给老子留下来吧！只见噼里啪啦的一阵声响，片刻后战斗结束了，王刚一行人全部都被打趴在地了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谁管你？有什么话给叔叔说去吧。你知不知道，就算你把摄像机摔坏了，但被摔坏之前的影像还留着记录呢。半小时后，还是那几个熟悉的叔叔。王刚一行人因涉黑被全部带走。你大概率是要蹲5年，但刚收到消息。难道是有人来救我了？有人提交了你涉黑的证据，现在你要被判10年了。原来放贷组听到消息后，直接将电脑交给了叔叔。王刚涉黑性质不但正式，而且更严重了。而乐享也因为解决了一个放黑网贷的社会毒瘤而被表扬。在接下来的2天，刘家村恢复了往日的撸贷潮。但刚回来的年轻人却有了想法。乐享哥，你带着我们也搞些这种20来万的豪车呗？你爸的车不是让你开着的吗？我爸的归我爸的，我的归我的，我总觉得还是不一样的。这几天我手里也整了个上百万了，想搞一辆属于自己的。你连驾照都没考下来呢？驾照的事，这都不是事。等过一阵我去考，我1个半月肯定就能考下来的。这期间那车就算是在那放着，我只要看着心里都是舒服的。没问题，今天下午就带着你们去挑车。乐享想了一想，给抵押车老板贾明打了电话。乐享，你想干嘛？虽然我刚有了再找一支清收队去刘家村收车的想法，但我还没实行的。贾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问问你最近有新车没啊？我操，没车了，1辆车都没了。对了，我倒是知道有一家车行，他们也都是20来万的豪车，和我卖的豪车差不多。行，地址发给我吧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上网重新找，哪有这方便啊？随后贾明直接将自己死对头的地址发给了乐享，而乐享想到回来的青壮越来越多，下了一个决定，干脆我直接把全市抵押车横扫得了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9天，不仅返乡的村民身价暴涨数万倍，就连城里拼命打工的牛马也都狂赚了数百万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率领他们横扫了全市的抵押车行。就在返乡人越来越多，豪车不够分时，看来还需要去周边城市收购一下了。老板，那就这样决定了，你将你们车行的所有车全部运到我们刘家村，然后我们1对1签合同。乐享采用了当初忽悠贾明的方法，把这家车行的车全部买下，又前往了本市所有的抵押车行，将这些车全部收购殆尽。
将近购买了400多辆豪车。可眼看豪车供不应求时，乐享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外地收车，而是带领大家将村口所有进出的小路全部封走，只剩下2条大路，以便接下来对付清收队和网贷催收人员。这下等那些清收队来，就可以瓮中捉鳖了。不出所料，当天晚上刘家村村口就来了3支清收队，他们碰头发现目标是一样的，直接合作开始拖车。等到他们来到刘家村停放豪车的停车场时，直接被乐享所带的青壮年包围。卧槽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像是一个圈套呢？这个村的人这是要干嘛？乐享缓缓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你是他们领头的？什么领头不领头的，搞得像社团一样。我们都是刘家村人，是一个祠堂的族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是朴素的农村人，大家捧我，我说的话大家能听得进去，所以我可以代表大家来和你们谈判。听到乐享这话，清收队的人也知道是中圈套。只要你的话管用就行，我们看着情况，也大致明白我们是中了你们的圈套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清收队以后绝不来你们刘家村收车，你放我们走可以吧？放我们走，咱们当这事没发生过，我们自此也不再踏入刘家村。对，只要放我们走，我们以后绝不再来刘家村收车。哼，没那么简单，直接放你们走，你们是不会长记性的。只有给你们一些惩罚，才能让你们真正长记性了，真正不再敢收刘家村的车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应该重点提一句，我想要的不是你们不敢来刘家村收车，而是不敢再收刘家村的车，这是2个概念。我不想我们刘家村的人将车开出刘家村后，去县里或者市里买个东西，或者逛个商场，结果一出来车不见了，被你们清收队的人收走了。这种情况我可不愿意看到。那3支清收队的队长立马表示，可以，这完全没问题。以后你们车上贴一个刘的标示，我们绝不会动你们刘家村的车。你这个提议不错，可以给你们少2天的时间。少2天什么意思啊？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，被我们送去衙门；二，自己把自己绑在村口的树上。对了，之前有2支清收队的人来，他们是1周，而你们给我提了一个好的建议，所以你们5天。就不能直接放我们走吗？乐享摇头，十分硬气。不能，还是那句话，直接放你们走，你们是不会长记性的。只有给你们一些惩罚，才能让你们真正长记性，真正不再敢收我们刘家村的车了。那3支清收队有人不服了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，如果今天我们不答应呢？乐享微微一笑，然后退至众人身后。10分钟后，答应，我们什么都答应。就这样，还是熟悉的老传统，这3支清收队全部自愿被绑在树上。翌日，乐享来到打印店，直接打印了将近2000张带有刘字的标识。来，认一认了，看好了这个徽章标识，这就是我们刘家村抵押车上的徽章标识了。以后你们在外遇到贴着刘字徽章标识的抵押车，切记不要给我们偷走，否则嘛，你们懂的。乐享话只说了一半，但威胁味十足，这让树上的这些20-30号清收队人员听得心中苦叫连连。特么的，这话说的比我们还要土匪呢，我们还说不出这种威胁的话呢。果然，这人就是土匪头子啊！而其中一位清收队的队长心中更是郁闷无比。车上贴着独有的徽章标示，这不是我昨天晚上的提议吗？提议采纳了，为啥就不能把我放了啊？回到刘家村后，乐享来到了撸网带流水线场地。因为刘家村人口日益增多，村长直接规划出一片专门撸网带的大空地。乡亲们，我知道如今大家手里都有钱了，现在我们刘家村各家各户都有上千万的资金，大家应该都想要翻修一下房子了。没错，我确实有这个想法。昨天晚上还和我家那口子商量呢，以前家里面没啥钱，想翻修一下房子也不舍得，现在手里有钱了，那我家老房子肯定就要翻修一下了。没错，我家也是，我家东边的墙裂了一条大缝，都多久了也没收拾呢，现在可算是能收拾收拾了。我要直接把之前的老房子推了，盖新房子。嘿，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啊，都有盖新房子的打算。那是，现在我家可是有几千万了，还能住之前的小破屋吗？就是，那小破屋现在哪里还配得上我们家现在的身价啊？盖大房子必须盖大房子。对了，我看乐享他家那种房子挺好的，要不我们也盖那样的房子吧？乐享家那种房子盖下来得需要几百万吧，甚至得上千万了。嗨，就算是上千万又能怎么着？你还差点钱，刚才不是还说家里总共几千万了？有道理，而且我家还有豪车了，盖的就是乐享家的那种大别墅。听着下面的议论，乐享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。乡亲们，我建议啊，
干脆大家都盖豪华大别墅得了。你们想想，现在你们只是盖上一个普通小洋房，但是邻居却盖上了豪华大别墅，时间久了肯定会嫉妒，然后推倒重建。所以我提议啊，不如直接一步到位，盖成豪华大别墅了。到时候我们刘家村清一色的豪华大别墅，家家户户门口都停着豪车，那多气派啊！而且你们也不用担心盖豪华大别墅的花费太大，一下子将你们的资金掏得差不多，手里没多少钱了。放心吧，你们以后的资金会比现在更多的。说着，乐享指着那一排负责操作手机的操作手道：“你们看看你们最前面这一排，他们操控的手机是什么？这不仅仅是手机，还是印钞机啊！有这些黑网贷在，你们还怕没钱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有一天将这些黑网贷全部撸干净了，你们放心，我还会有其他门路让大家伙继续赚大钱的。”众人听着陈峰的宏伟蓝图，直接心血上头啊！好，盖大别墅，盖豪华大别墅。我相信乐享，我家新房子就盖豪华大别墅了。其他人的话不好使，但乐享的话绝对好使。我家就要盖大别墅，谁都拦不住。乐享一看这种情况，也是暗自点点头，事情比自己想象中的发展的还要顺利。行，我们家新盖着的这栋别墅就是找的科氏建筑公司做的，质量绝对信得过。想要的来我这儿报名，我去找科氏建筑公司的总经理谈价格。若是不放心，也可以自己找人做，这个全凭大家意思。对了，科氏建筑公司他们是可以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的，什么丈量土地尺寸、做设计图，还有拆除并清理老房子、盖新房时包工包料，这些他们都能做的。可以说交给他们之后，就什么都不用管了，等着收新房子就好了。乐享的话刚落，人群又立马响起议论声。给乐享家盖新房子的那批工人干的活确实很不错，确实很专业，比我们跟着小包工头干的活质量要高得多。可能是人家大公司要求更高吧，而且人家速度也特别快，拆老房子的时候拆清竟然2天就完事了，这速度杠杠的。要是其他工地拆老房子和清理场地，就得干上1-2个星期了。行，交给大公司行，省时又省心，有那时间我们还能多撸一些网贷。对，说不定等房子盖好，撸网贷的钱又可以盖一套大别墅了。就一句话，能用钱解决的就用钱解决，别让我们费心费力就行。因为是乐享介绍的，众人想都没想就纷纷报名。刘家村现在一共486人，报名的人数除去乐享家就有485户。乐享当天就与建筑公司谈好价格，每户别墅都打了8折。下午回到家，因为这2天一直有很多人找乐享买抵押车，所以乐享又将大家召集起来。各位，因为本地的抵押车行全部被我们横扫空了，所以大家还想要的话，只能去别的市买；想买的话，直接来我这儿报名。众人一看没有犹豫，纷纷开始报名。一会儿购车表就已经有400多人了。各位，我还需要一些人和我一起去，大家先和我学一下怎么演戏，到时候我们就分开来购买，最快速度将车买回家。乐享，我去，让我去，我已经有经验了，到时候还能帮你演戏。还有我也是，我也有经验了。乐享，咱俩小时候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，你是知道我的。我从小干坏事就是脸不红心不跳的，演也演得好，所以这世代我肯定能没问题。乐享选了和自己一块长大的几个兄弟，走，咱们各自开一辆车。我们开自己车都是路虎啥的，这不就太高调了吗？不高调，到时候就直说，你们这车就是抵押车就行。不过要说是今天刚买的，因为要是说这是前几天买的，那些抵押车行老板就该警惕了，买来几天了还没被拖走，甚至还要继续购买抵押车，说明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啊！明白了。乐享与他们一人开着一辆车前往本地最近的市区，来到抵押车行，销售刚想来迎接，但看到乐享这车队后陷入了沉思。开着奔驰来买我这里的低价车，我能理解，但这后面的车全都是路虎、劳斯莱斯，这些人不太像是来买车的呀。各位，我们车行的车或许并不太适合你们，你们要不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。我们这些都是20多万的车，并不太配得上你们几位的身份。乐享愣了一下，但瞬间明白销售意义。我们要买的就是20多万的车，你们车行的车是那种抵押车吧？而且还是原价在100万以上的那种豪车。是的。那我们买的就是你们这种车，我们开的这几辆宾利、路虎啥的，其实也是用了20万就买到的抵押车，也就我这辆奔驰不是抵押车啊，不过也是20来万买的二手车。哎，当时不知道有抵押车的存在，不然肯定要买豪车的。我们也是这2天才知道，这不，今天我们哥几个就出来买车来了。像他们几个开的，都是今天在你们这种抵押车行买的。不过那个车行的抵押车就只有这几辆豪车，其余的就都是普通车了，所以就想着在个车行转转看看。这不，得知你们车行也是卖这种抵押车的，我们就直接过来了。
对方居然这么说了，那这单肯定是要成了，说不定一次还能开好多单呢。嘿，几位，那你们来我们车行算是来对地方了。我们车行可是非常有实力的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我们车行有近100辆车，最便宜的都是100多万的奥迪 A8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来，几位这边请，我带你们转转。随后，他立马带着乐享几人在展厅转了起来，并给他们介绍着各种车的车型和价格。不错，真是不错。早知道你们这里有这么多豪车，我们还去那个车行干啥？就是啊，真是多余去那个车行。哎，要是早知道你们这个车行就好了。刘彦宇几人你一言我一语配合的相当好，展露的表现直接让销售很高兴。稳了，这次要发财了，又上套一个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2周后，不仅全村每人都开着豪车，就连我二大爷家的旺财都有了专属座驾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人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率领他们每人都买上了抵押车。就在我又要一次性拿下37辆豪车时，老板直接坐不住了。几位，你们当真是要买下37辆车？不是在拿我们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开玩笑，这么便宜的豪车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开玩笑呢？当然是能多买一辆就多买一辆啊！说实话，你们这车要是再便宜一些，那我们村要买车的就更多了。刚才打电话听那边的意思，我们村至少还有60-70人想买呢，但他们钱没这么多，要是一辆便宜个3-5万，他们就能买得起了。此话一出，老板直接陷入沉思。 60-70人，再加上这37人，这不是100多人吗？我这所有的车才80几辆，要是将他们拿下，岂不是都能卖出去了？我们车行现在展厅加上车库的总车数也不过是80辆，这要是将那60-70人也拿下了，岂不是车行的所有车都能卖出去了？老板，要不我们就降价卖给他们，反正到时候我们还是要拖回来的。得，没错，反正都是送我们的钱干的。兄弟，我刚刚想了想，这样吧，你给你们村里的那些人再联系一下，告诉他们每辆车给你们降3万，让你们村剩下那些想买车的直接把他们开走。乐享几人一听，立马露出了一个惊喜的表情。好，那我们和村里的人再联系一下。说完，乐享几人又离开，开始装模作样的打起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不太行啊，我村里的那些人说降3万还是少了，降5万吧。对，我大爷在电话也是这么说的，他所问的那些人也是要让降5万的意思。我这边也是说降5万就买。你们几个分别联系的人都是要让降5万，怎么都这么巧？可能是村里想要买车的这些人，也就是我们分别联系的这几批人，他们现在都已经在一块了吧？对，刚刚我这边电话也听到广丰大爷声音了，反正他们现在已经也很统一，就是让降5万。行，5万就5万吧，就当我给你们发福利了，每辆车降5万块，让你们把车开走。好，老板你人真好啊！对了，老板，之前的37辆车也要每辆降5万块钱啊，毕竟他们现在都通着气呢。你要是只给后面的人降，他们心里会不平衡的。成，都降5万，不过我们车行只有80辆，多了就没了。没问题，老板，你能找货车将这些车都拉到我们村吗？我们村的这些人跑不了这么远，他们没办法过来提车。老板听后显得有些犹豫，但想到这批车全部卖掉之后能赚上千万，行，没问题。最好你跟着一块去我们村，当场和买车的人签合同了。可以，这样最好。乐享留在了车行，准备为其带路，然后让刘言与几人各自去找一家车行进行扫荡。几人临走时，乐享对他们小声嘱咐道：“就这个流程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”“知道了。”“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。”“好的。”等刘言与几人开车走后，那车行老板还有些不解：“他们怎么都走了？”“哦，他们先回村里向大家汇报这个好消息去了。电话中不是都已经通知过了吗？那总得在村里准备出来一块停放大卡车的地方啊，不然到时候你怎么签合同，怎么卸这些豪车？”车行老板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并信以为真，随后便也没有多疑，开始打电话联系运输车辆的大卡车去了。因为最后的流程都由本人去村口签合同，所以老板全都同意低价卖。很快，大路上出现了奇观，10几辆大货车装着满满当当的豪车同时进发，很快车队便来到了刘家村村口，而此刻村口已经围满了人。这么多人，看来这场交易果然没有任何猫腻，赚大了，这次赚大了，一次卖了80辆车，这简直是半年的交易量了。就在他欣喜之际，余光瞥到了被绑在树上的一帮人。兄弟，那些人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不会是专门干绑架的生意的吧？老板心头一颤，如果乐享真的是做非法交易的，他的车根本拖不回来。哦，你是说那些人啊？他们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树上的，至于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也不太清楚了。你要是想了解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问问他们。此话一出，抵押车老板依旧心情忐忑，但心里已经开始思考着脱身的打算。此刻他已经不想把车卖给刘家村，但乐享见老板犹犹豫豫，走吧，我带你去问。而青收队这边，
得嘞，又有大怨种了，也不知道这次又是哪家抵押车车行。看那大货车的车牌好像不是咱们市的啊。都已经开始向其他市购买抵押车了。刘家村这是将咱们海华市的豪车抵押车全买光了。估计是经过这2天在村口对刘家村人开车出入的情况来观察，不难发现刘家村最起码的有几百辆豪车抵押车，这种体量绝对是海华市所有的豪车抵押车。刘家村这是打算要干嘛啊？这也太疯狂了吧！没办法，谁让人家刘家村够团结、够狠呢？我们清收队根本干不过他们啊！来了就是挨打的，而且他们的行为还不违法，这让我们上哪说理去？而就在他们谈话间，乐享已经拉着那个车行老板朝他们走来。来了来了，乐享朝我们走来了。卧槽，这个土匪头子又朝着我们走过来干啥啊？不会想要折磨我们的吧？特么的，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直接忽视我们，直接回村不行吗？为啥非要朝着我们走过来啊？这几人此时别提多惊恐啊！那个车行老板也过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有求救的机会了？毕竟这车行老板也是要成为受害人了，也是属于和我们在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我们要是提醒他一下，不仅能让他避免陷入水火之中，也能让他想办法救一下我们。是啊，我们告诉那老板真相，老板为了感谢我们，不得找机会将我们放出去啊。对啊，半夜的时候将我们身上的绳子解下来，根本没人知道啊。毕竟刘家村也没有派人监视着我们。好主意，好主意。等老板来了之后，我们就告诉他真相，让他在签合同之前，赶紧拉着他们的抵押车撤离刘家村。嘿嘿，这样也能让乐享难受一下了。乐享竟然还敢带着那车行老板往我们这走，他不是自找苦吃吗？等着吧，等他们走过来了，就告发乐享。我建议你们还是别这么做，还是继续在树上绑着，忍一忍吧。他这话一出，便立即引起大家的不满。哼，你比我们少绑2天，你还有2天就解脱了，你当然能说这种风凉话。就是，谁不知道你只需要绑5天就行了，而我们则需要绑7天。我劝你等会儿不要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你们都认为我是为了自己吗？我看你们是忘了乐享已经将我们的手机都没收，并通过我们的手机将我们的相关信息都记录下来的事了，是吧？就算那车行老板会在晚上的时候偷偷将我们放走，乐享也能通过我们手机中的信息找到我们家中，你们猜他能放过我们吗？那怎么办？我真的被捆得好难受。认了吧，反正也没几天了。很快，乐享已经带着车行老板走到身前。老板想问什么？你直接问吧。各位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若是以前，车行老板肯定十分神气，但此刻他却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压迫力，不得不客气起来。我们在这化解血光之灾呢。对，我们找大师算卦，大师说只要在这里待足几天就能化解。是啊，而且刘家村人很好，还每天给我们提供吃食呢，他们真是大好人。真的，我们太感谢刘家村了，真的建议今年的感动龙国人物给刘家村也安排上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拍着刘家村的马屁，纷纷想要在乐享面前表现一番。车行老板看着这些人跟个智障一样，言语间满是嘲讽。好了，那你们继续在这里绑着吧，好好的化解你们的血光之灾吧，哈哈哈！走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交易去。好啊，走。你瞅瞅，那车行老板最后是什么态度？就是啊，他嘲讽什么呢？看不起谁呢？得亏是没有告诉他真相，不然就凭他这人品，等到我们给他告密了，他会不会因此而解救我们还是个事呢？就是，幸亏没有告诉他真相。乐享与车行老板回到人群中，这次只有80辆车，其余人员就不要排队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那些人也都是要买车的，不是凑热闹的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要买车呢？这比之前所说的80-90人要多得多啊！这不在你每辆降了5万之后，我们村不少人原本是不打算买车的，但是听到15万左右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车之后，就都想要买车了。可惜了，我的库存只有80辆，多1辆就能多赚15万，多10辆那就是150万啊！此时车行老板越想越觉得心疼，毕竟这可是实打实的利益。兄弟，我还能再搞过来10几辆这种车，你们还能要吗？这时车行老板想到了自己亲戚朋友的代步车，若是全部弄过来，起码都能赚个200多万，反正到时候都能拖回来，这红红的票子岂不美哉？当然没问题啊！乐享根本无所谓，毕竟对面看中的是他的本钱，而自己看中的是他们的车子。不过先说好啊，车今天就得拉过来，今天拉不过来就不要了。这么快吗？哼，要是明天被你们铜钱看到，不就出事了？放心吧，绝对在今天全部拉过来。说完，车行老板直接就转头开始打电话，只是一会的功夫，他就给他的7大姑8大姨
表哥表弟长辈全部都打了过去。这车行老板一个劲的催，样子十分着急，生怕时间不够。很快，现场的这80辆车都签完合同。老板，你那10几辆车怎么还没到呢？今天到底还能不能到了？别急别急，我再打电话催一催。老板，可是我的时间也很值钱呢，也不能让我白等着。那每辆车再给你一些好处费行不行？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觉得再等一等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等多长时间要取决于老板的诚意了。什么取决于我的诚意？不就是看我给多少好处费的意思吗？得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这可是足足200万呢。那就和之前的那80辆车一样，一辆车给你6000块的好处费，怎么样？那怎么行？6000块的好处费是我本该得的。这样吧，我听说你们车行的提成是一辆车1万，我也不多要，一辆车给我16000提成，可以吧？不会很为难你吧，老板？特么的，那销售是我亲戚，我才给他这么多，你乐享还真敢要啊！但此时车行老板发现已经到了现在的程度。行，16000就16000吧。好，那我就多等一会儿吧。2个小时后，车行老板所推的10几辆车终于都到了。悦享车全部都到了，我们签合同吧。说完，人群中出来10几人，一一与车行老板签着合同。等到最后一辆车被刘家村人开走，车行老板便兴高采烈地与乐享告别。但此时刘家村没买到车的几百号人并没走，而是又与乐享在原地开始等待。只见半个小时后，刘家村进村的路上又出现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，上面满满当当的全是豪车。这么多大卡车，这得多少辆抵押车啊？少说也得有300多辆，加上刚才那个车行老板的90多辆，这少说也得400多辆了。我的天，刘家村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2周后，不仅全体村民过上小康生活，就连手里的积蓄都狂增数万倍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每家每户都买上了抵押车。就在全村豪车太多摆不下时，刘家村村长出现了。要我说啊，隔壁白家村不是有位置吗？是啊，给他们钱，把车开到他们村里，让他们看着不就行了吗？白家村和刘家村一样，都是宗族式村落，隔壁还有马家村、苏家村等等，都是1等1的贫困村。就这样决定了，和白家村商量一下去，晚上就将车停在白家村。村长，就劳烦你陪我去一趟吧，毕竟你的资历老。行，反正现在我也没什么事，那就走一趟吧。白家村和刘家村的距离并不远，就隔着一块田地的距离，但乐享还是开着一辆劳斯莱斯载着村长去，以此作为交谈的底气。乐享驶入白家村时，瞬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这车真气派啊！这是什么车啊？是啊，这车好长，这不是电视上那些大老板才能坐得起的那种长长的轿车吗？这些人虽然听过各种各样的豪车，但什么样子并不知道。你看那车头还有一个金色的小人，不会是金子做的吧？金子做的，放在车头。我去，这得是什么车啊？这车得多值钱啊！这么牛逼的车，怎么开到我们村子里来了？这不会是上面下来检查的吧？上面这么牛逼的车，这得多上面啊！而且来我们村子检查什么？是啊，我们村有什么东西值得这么上面的存在？来我们这检查的呀？难不成我们村子有金矿啊？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脸上夸张的表情让刘家村村长很受用。这些人肯定在夸赞咱们这辆车呢。嘿嘿，这帮老头子指不定连这车是什么车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这车很贵。要是给他们说出这车的原价，他们恐怕能惊掉大牙。村长，要不要给他们打声招呼啊？车上放的还有2盒中华呢。嘿，这感情好啊！乐享一眼就看出了村长的心思，直接将车停靠在他们面前。铁蛋，下午好啊！来福，你也在这儿？二嘎子，吃了没？刘刚娃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嘿，你这问题问的多稀奇啊！这是我们刘家村的车，我怎么不能在车上了？我不在车上，还能是你这个白老头在车上吗？刘家村不是比我们还穷的吗？怎么这一转眼你们刘家村有这么牛逼的车了？我看这不是好道来的吧？你这不会是从哪偷来的吧？放什么屁呢！我们刘家村能干那偷鸡摸狗的事？再说了，真干了那事，衙门还没将偷车的人抓起来呢，那偷车的人就被我们刘家村老太爷打个半死了。偷车，我们刘家村可不干这种违法的事。也是，老太爷当年可是打过小鬼子的，肯定不会容许刘家村做违法的事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在哪买的？我也想搞一辆，几千块钱能整一辆这么气派的车，这也太值了。几千块？
你要是几千块能整过来一辆，你弄过来多少，我要多少，甚至我出双倍的价格都成。劳斯莱斯听说过吧？就是这车，原价好几百万呢。前面立着的那个小金人，看到了吧？虽然它只是镀金，不是纯金的，但它确确实实价值20万呢。众人一听，全部都傻眼了，甚至身形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，离这辆车远点儿，省得碰到擦到了，自己赔不起。你们刘家村是怎么弄来的这种车啊？卧槽！你们刘家村到底是搞到什么发财的路子了？是不是村子底下挖到金矿了？这特么也太豪横了！一个立着的标读20万。刘家村村长看着大家此时震惊到极点的表情，心中别提有多爽了。他的虚荣心此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又下车给这些人散了一圈烟之后，行吧，你们在这儿聊，我找你们白家村的村长有事，他在家吗？在家呢，刚从这走。你要是早来一会儿，就能在这碰到了。在家就行。行了，你们闹你们的吧，我们走了。上了车之后，刘家村村长心中畅快无比，爽，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。原来装逼的快感这么爽。乐享走这边，那老家伙家住在哪儿？随后乐享顺着手指的方向开去。白家村众人望着车尾，还在震惊讨论着。刘家村绝对发财了，他们绝对发财了，不然怎么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的？是啊，刘家村到底搞到什么门路了？不会真的是在村子底下发现金矿了吧？你看那刘刚娃现在的行为举止都不一样了，已经不像我们这么土里土气了，还有了老板范，感觉他特别自信，就像是电视里那些老板一个样。对，我之前在一个大工地干活，那个工地老板就是这样，扬手挺胸的，感觉一切在他眼里都不是个事。你说这刘刚娃找我们白家村的村长是有什么事？不会是要找我们白家村一同发财的吧？有道理啊！我去，我们白家村是不是很快也要有钱了？此时乐享开车来到了白家村村长家门口。到了，就是这。刘家村村长没有客气，直接带着乐享走进院子。刘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我就不能来了？有事跟你商量。乐享，还是你来说吧，我说不清楚。乐享点点头，直接开门见山的将来意说了出来。400多辆，对，不过就晚上的时候停放在这，白天就开走了，不会影响你们白家村的正常生活的。村长，你放心吧。我担心的不是这，而是你们哪来的400多辆车，而且还都是你开过来的这种豪车。你们刘家村究竟干了什么事？白村长一脸狐疑，目光如炬地盯着乐享两人。你们不会干什么违法的事吧？放心，白老爷子，你看我这都是正规的购车合同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白村长虽然大字不识一个，但也假装的看了下。这个嘛，眼睛有点花了，看不清楚。这样吧，我大孙子已经初中了，我让他来看看。白老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怀疑我们刘家村，还是怀疑我们刘家村老太爷呢？我们刘家村老太爷可是还健在呢，虽然他平时不咋出门，也不咋管事，但也不至于会让我们刘家村胡作非为。那行吧，但是乐享，你得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不讲明白，就算是你有正儿八经的购车合同，我也不能答应你这事。400多辆车，还都是这样的豪车，不搞明白的话，我怎么敢放这些车进来？随即乐享便给白家村村长解释起来。你是说这车并没有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，而是20万买的，甚至有些车15万就行？你可别骗我啊！我还是见过世面的。20万的车可没有这么气派。乐享并没有隐瞒，直接将抵押车的事情说了出来。20万便宜豪车不犯法，得这么说，你们刘家村的车还真没什么毛病，那你们就放我们白家村吧。等等，20多万的车，400多辆，这特么是8000万啊！把你们刘家村连地皮打包了都卖不了这么多，你们哪来的这么多钱呢？白家村村长又一次警惕起来。本来还在思考要不要将黑网贷的事情告诉他的乐享也做出了决定。虽然现在差不多狼多肉少，但撸网贷马上也是夕阳产业，行吧？我们刘家村赚钱的方法可以告诉你。说着，他就将撸黑网贷的事情都说了出来，还有催收队以及撸爆黑网贷软件的事情，最重要的还有为民除害不犯法。啥？都是借贷，不用还，不犯法。抵押车和黑网贷的信息疯狂冲击着他的脑海，直接将他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半晌之后，见白家村村长没有回应，要不你们也撸撸看？啥？你问我要不要撸黑网贷？我肯定不撸，总感觉这是太那啥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所以白村长现在能答应我的要求吗？行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停在我们白家村吧。
好，谢谢白村长。对了，白村长，除此之外，还需要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帮我们看管一下车辆，别让清收队的人给拖走了。我们也不白停放在白家村，这样我们刘家村给你们看管费，一辆车一晚上200块。随后，乐享给白家村村长细说了一下清收队来后怎么处理，但白家村村长认为一辆车200块太多了。在双方的讨论中，最后以一辆车100元的价格定下。乐享也很诚意，直接掏出了5万的定金，说是400多辆车，但不知道多少，所以我先给你5万块吧。至于怎么给你们白家村的人分配，那就是白村长你的事了。我所要的结果就是我们刘家村的车一辆都不能丢。你就放心吧，只是给你们看一晚上的车，你就给我们这么多钱，我们白家村豁出命来，也不可能让你们的车丢了。倒也没有这么夸张，不需要什么豁出命来。放心吧，那些清收队的人也不敢怎么闹事的，而且你们也不用和清收队怎么对抗。发现清收队后，只需要将他们拦住就行，然后及时通知我们刘家村的人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刘家村就行了。你们村真的不撸黑网贷吗？这可是白给的钱啊！算了，我还是感觉不踏实。行，那我们就走了。说完，乐享就和村长上车准备离开。哎，白老头竟然这么抗拒撸黑网贷，你说这么好的事，他为啥这么抗拒呢？明明既能白白赚很多钱，又为社会除害，这多好的事啊！真是可惜了。要是白家村也和我们一样都这样撸黑网贷，那不就是强强联手了吗？放心吧，村长，不出3天，他们肯定改变主意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乐享离开后不到半小时，白家村直接炸锅了，村长家瞬间围满了人。爷爷，那绝对是劳斯莱斯，我在书上见过，那车可是值几百上千万呢。村长，那真是刘家村的车吗？难道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一块挖金矿而来的？你突然召集我们开会，也是为了这事？不是，你们一天天的怎么净想好事？这么多年了，刘家村都没发现金矿，到了如今就能发现了。没有什么金矿，刘家村也确实发财了，但他们发财的方式另有其他门路。而且刘家村村长来找我，也不是为了拉我们一块入伙的，而是有其他事拜托我们。随后，白家村村长将乐想要将车放在白家村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不行，我这身子骨哪能经得起折腾？不干，我们自己家还有不少事情做呢。众人又开始推脱起来，直到白家村村长说出了看车的薪资。啥？5万？不对，村长说的可是有400多辆豪车啊！众人又炸开了锅，纷纷开始猜忌起来。各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村长，刘家村这特么到底干啥了？你就别卖关子了。白家村村长索性直接将乐享的话都复述出来。村长，这个撸黑网贷大约能撸多少钱啊？按乐享他们说的，一天1-2万吧。一天1-2万？我要是有这些钱，我儿子就不用出去打工了。我儿子他们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村长，我也想撸黑网贷。此话一出，犹如炸掉的火药桶。村长，我也想撸，要不让刘家村教我们怎么撸啊？村民如同干柴遇到猎物，心中的躁动怎么也摸不下去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我们先帮他们把车看好，有谁要报名的可以找我。说完，底下的人全都围了过来。毕竟这笔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报名结束，村长选定了共计165人作为看车人选。各位先散了吧，网贷的事情大家不要急，明天我就去刘家村问问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半月内，不仅全村的 GDP 飙升过亿，就连周边几个贫困村也全奔小康。原来是我带领大家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还提供了看管抵押车的工作岗位给周围村民。就在我正教隔壁村怎么撸网贷时，清收队出现了。乐享，你说的没错，拖车的果然来了。兄弟们，走！乐享一听消息，立刻带着刘家村青年冲锋队赶往白家村。可才到停车场地，就发现前来拖车的清收队已经被白家村人一网打尽。乐享像往常一样让他们自愿绑在刘家村的树上，不愿意就拖到旁边安抚，最后也都心甘情愿了。太可恶了，这帮乡下人简直是刁民！嗨，新来的兄弟，哥哥，我没说你们坏话，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小动作哈。其实你们不用一直盯着我们的绳子绑得有多结实，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自己绝不可能逃得掉的。你们别慌，我们不是刘家村的人，我们是清收队的，也是在树上绑着呢。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，你们也是清收队的吧？而且还不是海华市的清收队，你们怎么知道？老清收队将情况全告诉了他们。你们已经熬过去一半的时间了，可是我们还早着呢。哎，在这里绑7天时间，也不知道怎么熬。熬吧，硬熬呗，不然怎么办？
据说在我们之前，已经有几支清收队的人被绑够7天，已经得到自由了。哎，这刘家村就是清收队的禁地，以后刘家村的车还是别收了。不就是一个小村庄吗？我们还怕他们了不成？这次是我们没有经验，所以栽了。这次我认了，但下一次就不会这么大意了。没错，一个小破村而已。真以为这次我们没弄过他们就怂了？这次是我们的人少了，等下次多带些人来，还能怕他们不成？在刘家村这里受到的羞辱，我是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。等7天时间到了之后，我就纠集一些兄弟过来报仇。他们村子人多又如何？毕竟他们人在明处，而我们在暗处，所以他们人多也挡不住我们给他玩阴的。反正我们脏手段多的是，看刘家村怎么对付到了这么多脏手段。别闹别闹，报复谁也不能报复刘家村。你们现在还能活着和我们说话，就已经算是好事了，竟然还想着报复刘家村呢，嫌命长了是吧？别说报复刘家村，以后就算是在其他城市看到刘家村的车之后，也得躲得远远的，不能靠近。刘家村可没这么简单，这可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小破村，这特么就是面粉村啊！啥？刘家村原来是面粉村？不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想想这破地方怎么会突然这么有钱？肯定是卖面粉。你再闻闻这空气，是不是有股臭味？卧槽！你别说，经你们这么一说后，我现在还真闻到特殊的臭味了。对，我也闻到了，我好像也闻到了。怪不得他们下手那么狠，刚才有人拿铁铲直接往我脖子上砍。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还真是惹到了不该惹的存在啊！现在还活着都是运气好。果然是要命的作风，咱们安安分分熬过7天，走人为上。等出去就报警，卖面粉不能不管。对，举报是大功，咱们那点事儿说不定还能将功抵过。好，出去就举报他。翌日，乐享按照约定又带了一批操盘手前往白家村教学。而在乐享刚出去没多久，昨天被乐享横扫的那个抵押车老板居然偷偷的来到了村外。该死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电话也打不通。原来这个老板回去之后，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清收队，本以为第2天能在车库见到满满当当的车，但一早起来发现什么都没有，甚至电话也没人接，所以他才偷偷潜入过来。但他刚到村口，一下就看见了昨晚委托的清收队。老赵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害死我们了！昨天接单时你可不是这态度。老弟，你就别贫了，反正事情是这样的。他将昨夜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。这刘家村要么自绑7天，要么被打个半死送官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他们根本不是普通村民，是面粉村，手里可能有枪。什么是面粉村？快去报衙门，这是大功一件。不行不行，他们要是报复怎么办？等衙门端了他们，你的车还能要回来。要是让别人先举报你，车和功劳全没了。我现在就去。不对，我先给你们松绑。别，会打草惊蛇的。在众人劝阻下，车行老板含泪离开，直到离刘家村很远后，才敢掏出手机。对，我要举报海华市的刘家村，他们在偷偷制作面粉。刘家村是面粉村，你确定没在开玩笑？报假警可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范畴内，并根据所造成的影响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。一个村子是面粉村，这属于重大案件了，需要出动大量捕快，甚至会调动大量特种捕快。若你是报假警的话，这种行为属于造成重大资源浪费，是要处于10日拘留的。我们必须核实清楚。不是报假警，是真的。他们村口现在还绑着几10号人，还有专门的护卫队，空气里还有刺鼻气味，这不就是证据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们现在就派人处理这事。接警员一听，立即严肃起来，毕竟这属于重大案件。他挂断后，马上向上级汇报。你确定就在我们县管辖的村子里有面粉村？我已经查了举报人的电话信息，发现是实名认证过的电话卡，所以这大概率是真的。因为报假警的话，肯定是选择未认证过的电话卡号。呼叫中心负责人听完立即起身，层层上报。鉴于面粉是我国严打物品，本着宁错杀不放过的原则，上级当即调集大量警力全员配枪。很快，海华市所有警力在离刘家村20里外集结，为防打草惊蛇，无人轻举妄动。队长到场后，先派人摸清岗哨布置。奇怪的是，直到逼近村口1公里处，一个岗哨都没发现。望远镜里只看到村口树上绑着的几10号人。队长虽觉蹊跷，还是下令合围进村。过程异常顺利，不多时，刘家村老老少少全被带到广场集合，包括刚从白家村回来的乐享。天啊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叔叔直接破门而入了？乐享刚想开口就被带走，其他村民既不反抗也不害怕，十分配合的来到广场聚集。因为乐享早说过，叔叔来了最多问问抵押车的事，双方面面相觑，都一脸懵。这不对吧？刘家村真的是面粉村吗？就在这时，之前帮乐享处理催收队的几位叔叔也赶到。了解情况后，
他们向队长解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树上绑着的人是怎么回事？那些人是自愿的，我们之前处理过，他们说是找大师算了卦，在这里可以吸收五行精华，来避免血光之灾，所以才将自己绑在这里的。但我们估计啊，那些人其实也是清收队的人，只不过他们或是刘家村达成了某种协议，他们在树上绑够多长时间，刘家村就放过他们。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不是没有询问那些人的情况，但他们坚称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树上的，那我们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走了。刘家村那边不举报清收队，清收队也不举报刘家村，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，所以此事我们就算想插手，都插手不了啊。竟是这么回事，但你们怎么确定他们是自己绑自己的？当时刘家村的人给我们看了视频，全都录下来了，确实是他们自己动的手，刘家村人没参与。经本地叔叔解释，和在刘家村没有发现任何制造面粉所需要的相关物品后，队长疑惑全解，确认是场乌龙，当即下令撤退。临走前，他走到始作俑者乐享面前。你们之前在这片广场上聚集不少人，是在做什么？乐享一听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直接老实回答：他们是在申请贷款呢。申请贷款？那么多人都申请？对啊，这么好的福利，能让人短时间内拿到这么多钱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钱是要还的？乐享没直说，只隐喻回应。放心，那些符合国家要求的平台利息不高，后续会慢慢还的。这只是把以后挣的钱提前拿出来多好。言下之意就是不符合规定的就不还了。你们这是相当于在透支未来，知道吗？不会啊，我们现在借的钱已经可以买车盖新房了，辛辛苦苦挣钱不就为了车和房吗？乐享又开始诡辩。叔叔见他油盐不进，只好作罢。行吧，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。你们挣些钱也不容易，好好守住你们的抵押车。误会解除，叔叔陆续撤离。队长走到村口时接到报告，报告，举报人查到了，是一家专卖抵押车的老板，应该是那车行老板收不回来车，然后虚假举报刘家村。我明白了，必须严惩此人。乐享出于礼貌，主动过来相送。今天的事真不好意思，您回去后可以问问乡亲们有没有不满的，统计下来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予相应的补偿。队长放心，虽然是乌龙，但也是为我们好。打击面粉，人人有责。听乐享这么说，队长如释重负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说完便带队离开。乐享也感到一阵久违的轻松。他正要回村树上目睹全城的清收队员，却彻底懵了。他们没等来解救，只看到警方与刘家村握手道别的一面。完蛋了，海华市的天黑了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1个月内，不仅全村开始修缮别墅区，就连能带动 GDP 的大型厂房也动工开建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撸黑网贷，攒气成本，还给方圆所有的贫困村提供了工作岗位。就在我为全村规划未来建设时，催收联军又要来了。原来就在刘家村与清收队的事情全部解决后，才清静了没几天，就有一支不知死活的催收队前来暴力催款。虽然最后被刘家村人合理的赶了出去，但也进一步激起了对方的怒火。你们谁是主事的？说吧。你们刘家村这是打算赖账不还了是吧？我们刘家村可不是那种无赖村子，我们可是很讲法律的。若是利息符合国家要求的借贷，我们刘家村一分不少的全都会还；但若是不符合国家要求，那我们刘家村可就不认这借贷条约了。好的很，我们撤。想走可以，自己长嘴。什么时候把自己脸打肿得像馒头，什么时候放你们走，这是对你们的惩罚。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记住，以后再也不会来我们刘家村催收了。你别太过分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自己不愿意动手，我们倒是很乐意帮忙，只是惩罚会加倍。我们自己来。于是张嘴的声音不绝于耳，直至每个人的脸打得肿得像馒头一样，刘家村人才放他们走。这事没完，绝对没完！敢给我们玩这套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们。随即他便打电话喊人，只是片刻的功夫。大哥，我这次叫了500多人，这刘家村保证拿下。很快他们便重振旗鼓，再次朝刘家村驶去。就在快到刘家村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一辆面包车晃晃悠悠的从刘家村的方向驶来。你们不是幸福贷的吗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人啊！刘家村太不是人了，哪有这么做人的？刘家村的人简直比流氓还流氓，比土匪还土匪，给他们没有道理可言。接着他就将经过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走，兄弟，跟我们一起杀回刘家村，看看我们这次带了多少人，这次绝对占上风。好，回去这次讨回场子。2支黑网带组成的联军浩浩荡荡的再次朝刘家村杀去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刘家村早已在村口严阵以待。村民们一看来的全是熟面孔，一个是上午刚被赶走，一个是下午才被打跑。这些人都他娘的是狗，改不了吃屎是吧？乐享就别讲道理了，打服了就安分了。此刻刘家村众人群情激愤，气势骇人。
黑网贷那边花钱雇来的几百号人一看这架势，瞬间跑得一干二净。我们就拿200块钱，让我们拼什么命啊！转眼间，黑网贷那边只剩下10几个核心成员。乐享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转身离去。而刘家村众人则步步紧逼。憋屈，太他妈憋屈了！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？那些外援太不靠谱了，还得靠我们自己人。我估计刘家村不只借了我们这几家，肯定还借了不少其他平台。要是我们把所有网贷公司的催收人员都联合起来，肯定能解决他们。对，我得托人问问王刚，当初就是他传话说刘家村是优质客户啊。王刚他被判死缓了，说是被员工卖了，他们把存有犯罪记录的电脑交给了叔叔。那他也是傻，竟然将那些东西都放在公司电脑了，真他妈活该他被判了死缓。就因为王刚，我才跳进刘家村的这个坑的，我真是被他坑惨了啊！不过还有个更劲爆的。什么？我兄弟说，光他知道的就有几十家网贷公司被刘家村借了钱。我的天，这么多！不管了，直接打电话联系他们。我就不信治不了一个小村子。很快，几十家网贷公司的老板全部联系上，都答应了联合的请求。2天后，在刘家村村外，这几十家公司的老板带着各自的人马汇合在一起。放眼望去，足有1000多人，他们气势汹汹地朝刘家村进发。殊不知，刘家村村口已经聚集了大批村民，连白家村的人也来了。黑网贷联军看到对方人多也没退缩，直接上前对峙。乐侠，我也不多说废话，最后警告，立刻还钱。刘家村人正要回骂，白家村的人先忍不住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，老子70了，赚够了，谁来拼第一刀？白家村的老者们直接摆开架势，一副拼命的姿态。和之前一样，催收联军瞬间就怂了，毕竟都是打工的，谁肯真拼命？更何况有人瞥见刘家村人手里甚至还有土枪。催收队再一次灰溜溜地逃出了刘家村，回到临时据点。他们越想越气，又开始打电话联系其他网贷公司，不问不知道。最后一统计，全国竟然有4000多家黑网贷平台都被刘家村借过钱。他们又开始动员这些老板加入联军，所有被借过钱的老板都同意，但他们手下的催收队却死活不愿再去刘家村，毕竟一个是拿工资，一个是玩命。不过老板们并没有因此放弃，毕竟老板联盟也有4000多人。他们约定2天后在刘家村村外会合，又一次浩浩荡荡地奔向刘家村。但这一次他们来到村口后，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大放厥词，全都怂得不敢出声。但白家村的人可忍不住，来吧，谁他妈想要钱就来跟我拼命！老头子，我今年70了，反正也活够了，临死前能给儿子留下这么多钱，值了。本来还想伦斗一番的老板们，见到这阵势更不敢说话，直到他们实在绷不住。这怎么办啊？这事能就这么算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报衙门吧，现在只能报衙门了。我们去报衙门，哥们，你不然呢？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哎，也是没办法了，现在好像也只能报衙门了。希望衙门会让他们还我们钱吧。这些黑网贷老板只能选择报衙门。很快，叔叔就到了，一看这乌泱泱好几千人，瞬间头皮发麻。刘家村怎么又是刘家村啊？随后，叔叔迅速了解了报案内容。乐享，你们之前全村借贷款就是借的他们的，当时你不是说是会按照规定还钱的吗？我当时说的利息符合国家要求的贷款，我们会还的。但是他们都是黑网贷啊，利息高的吓人，贷款3万到手只有2万5，然后次月还款就得还4万。你说这种不是黑网贷是什么？这种黑网贷我们肯定不能还啊！你看，乐享随即拿出手机，将借贷信息给叔叔查看。还真是，但此时他更加头疼，思索一番后，还是打电话询问上级，但得出的结论只有：你们利息不符合国家规定，所以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，这是我们管不了，这属于你们的私人问题。还有你们这么多人迅速离开，不要聚众闹事。说完，叔叔直接带着人撤，这让黑网贷老板们再次傻眼了。最终，黑网贷老板们实在拿刘家村没办法，最后也就是把他们全都纳入黑名单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然后这对他们的影响只是限制高消费，不能坐飞机和高铁。但刘家村的众人已经是全员开豪车出行，对他们根本没有影响。至于白家村，因为白家村撸黑网贷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也都毫无影响，也就乐享受到了不能再贷款的惩罚。但乐享也没在意，毕竟以后他玩的也都是现金流。随着日子逐渐逝去，乐享也向乡亲们表达做生意的打算。村民们知道之后也都十分赞成，后由村长牵头成立了刘家村集体企业，作为乐享的资金支持。再往后，刘家村的第一个厂房建立成功，乐享依靠前世的记忆，再根据现在的情况开创了刘家村手机公司，事业也在逐步变好。刘家村也从以前的第一贫困村，成了现在的第一金融村。